嘿嘿，甭管谁是爹，一个女主罢了，用得着你酗酒找死？只要你听我的话，区区女主手到擒来。秦王府重地，可不是你个小乞丐能进的！滚滚滚！做找的就是秦王府，那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了。嘿，小玩意儿！哼！本座就要进这王府，谁也挡不住。等我在这里站稳脚跟，你们可都得对我恭恭敬敬的。王爷，我娘等你等的人都没了！哼，渣男，招你断子绝孙！让他离开。我娘叫温叶，家住平阳府。4年前你被人下春药，是我娘。这孩子简直和王爷年轻时一模一样。我是传书的，现代恶毒反派被天道勒死，传承这本古早虐文里的炮灰娃。原书大反派为女主送钱送命，最后为救情敌表哥放弃皇位，死得窝囊。小郡主，快喝水。小郡主为何现在才来认亲？谁带你来的？温姑娘当初怀孕，为何不通知王爷？我娘寄过3封信，可秦王府从没有回信。他准备自己养大我，可半年前他坠崖惨死了，我被姨母送来京城。现在这谍情九州，认也得认，不认也得认，否则把他们都杀喽！滴血验亲，教你看清楚谁是爹。大女子身居天地之间，这点考验算什么？参见小主子，麻烦摔不掉了。看清楚了吧，你爹回来了！我就是你爹。嘿嘿，甭管谁是爹，一个女主罢了，用得着你酗酒找死？只要你听我的话，区区女主手到擒来。等灭掉男主和太子，我就扶你坐稳皇位，一统天下。到时我会安排好一切，为你毁灭世界。自己死有什么意思？应该让全世界都为你陪葬，这才是我们反派应有的排面。把他带下去，通读大周律。秦九州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本座刚才放你一马，现在还放你一马，但你记着，本座是反派，不是放马的。杀人了！秦九州杀人了！敢打秦爹，你不笑啊！你等着，等我吃饱，把你们都杀喽！王爷很久都没这么生气了。快救小郡主！我跟你拼了！大逆不道啊，毫无人性啊，惨绝人寰啊！本王打到你了吗？在我身，却动在我心。老板别关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我造了什么孽？摊上这么个不孝子孙！是王爷不孝，叫小郡主受委屈了，快别哭。王爷，永安侯夫人请您去县尉楼，听来人说，夫人哭得很伤心。永安侯夫人白皙青，女主。
男主吵架，就找秦九州去刺他。换番外剧情，秦九州总为他与男主开干。3个月后，他会为救他丧命，财产都留给他的儿子。白溪清因此有资本对抗侯府，全家对他慈爱。这些人又欺负新卿了，本王这就去找他算账。你想得到他吗？他很关心家人吧？据我所知，他有个弟弟。虽然顽固，但很受他疼爱。我有个办法，能让他们都听你的。嘿嘿嘿，把他弟弟绑来，想要人就拿儿子来换，若他不换，则与娘家关系破裂。只需我们稍使手段，就能利用他对娘家的愧疚，得到他。啊！直接叫他们夫妻感情破裂，他只能依靠你。挺熟练啊，谁教你的？这还用教？谁能教得了我？普天之下，谁能有本座恶毒狠辣？不想摊上温软这个麻烦是一回事，可问题是已经摊上了，还比我更疯更没底线。这玩意儿才3岁啊！这王爷一定得揍！你来抓！看你往哪儿跑！你觉得哪里不合适？可以商量吗？要不帮他儿子，或者把他娘家人都帮……不，请过来！还是直接杀去永安侯府，杀父夺妻，再灭掉太子，一统天下。以前我觉得王爷疯癫狠辣，暴虐无情，可跟小郡主比起来，等小郡主成了气候，王爷就能调榜2了。现在告诉本王，你还想不想灭掉太子，一统天下了？不想，不敢想。这不能去。小郡主已经认错了，王爷快住手吧！瞧这小脸都急红了，您再狠也不能这样吓唬孩子呀！脸红那是跑的，本王打着他1根手指头了吗？王爷，小郡主已经认亲，也该带进宫，叫皇上瞧瞧。我是1万个不愿意王爷跟在白溪清后头跑的，费尽心思讨他欢心的不找好。太子的子嗣才是他最钟爱的孙儿，本王的女儿，去他跟前做冷板凳。那不是您自己做的吗？皇上从小最疼您，偏您为了永安侯夫人，亲自把那个宫女生的小杂碎扶了起来。成王败寇，我认输了。可若非他们母子陷害您，那事皇上岂会对您失望？您偏还不服软，叫他们趁机上紧眼药，闹得您与皇上势如水火。您吃亏就吃在不像他们似的，用那种下三滥招数。下三滥的招数，现在不止太子母子会使了。倘若我方放出小郡主，太子又该如何应对？都要比谁更没有底线吗？管家伯伯，父王平时真的那么凶吗？咱们待会儿可得配合好呀。父王，
以后有了父王，软软就再也不是没人要的野孩子了。父王有了我，也不再是没人要的野父王了。大反派果然吃软不吃硬，这一招真是百试百灵。下来！王嫌弃我吗？我从小就离开父王，从没感受过父亲的怀抱。别人都有爹爹，就我没有。我真的好想爹爹啊！别哭了。娘没了，我只有爹了。以后再也不要和爹爹分开，真好。伤人了，圣上口。秦王接旨，圣上口谕，明日请秦王带小郡主入宫觐见。软软可想祖父了，幸好之前设计让御前侍卫看到，皇帝果然认我了。小郡主，皇上可高兴您认祖归宗。没事就滚。王爷，侯府的人离开前说叫您快点出门，侯夫人不耐烦等您。那还等什么？快走啊！你又想使什么下三滥招数？我只是想帮你倒反天罡。今日你休想踏出府门半步。如果不亲自看着，这孩子怕是真要翻了天去。看来王爷也拿他没办法，咱们有救了。王爷把库里白玉头面送给西庆陪。是，去备车，立刻出府。秦九州没清场，若被这么多人看到我与他公然来往，岂不坏了我的名声？说不得，他正打着坏您名声，好离间您与侯爷。我亲近他只是为了刺激孝敬，他竟心生妄想。你去清场。是。各位公子小姐，本楼今日不再迎客，请慢走。怎么了？依附上清场时口出恶言，以教士为教训，低贱平民，声音俗气。秦九州呢？又去买首饰了，叫我等1刻钟，搬空珍宝阁都哄不好我。惹夫人生气，秦王跪下来求都没用。王爷没来，他有事没空理你。罢了，我讨人嫌，以后不会再来烦他。夫人，2500两，记秦王府账。秦王府从不记账。秦九州，来日定要你10倍赔偿。管家爷爷，我好饿呀，肚子都在叫了。郡主莫急，老奴这就给您摆膳。来京城的路上，当真是没吃饱吗？吃不饱，根本吃不饱，肚子里空落落的。哎呦，小祖宗可不敢站在椅子上，快坐好。给小郡主吃，慢些嚼，多的是呢。我睡在城东破庙里，一个乞丐伯伯可好了，他说我聪明，愿意分馒头给我吃。管家爷爷，我想吃馒头。本王当初给了你娘5万两，还有宅子铺面，怎会没钱？那不是朱姨的东西吗？朱姨是我娘的朋友，我娘死后，她拿了文书，秀才叔叔说上面有印章，东西都不是我家的。区区富商绝不敢私吞家产，背后定有人。姑娘的信咱们一封都没收到，必有蹊跷。去查。馒头来喽，刚出锅的，郡主当心烫。怎么感觉没乞丐伯伯给的香呀？不亏你还是反派，连个像样的厨子都找不着，真丢人。乞丐伯伯叫什么？奴才这就派人去谢过他。真难吃。不用啦，姨母已经安置好他了。姨母带我来京城认亲的，今日刚带我到府上。那姨母人呢？奴才这就去请。追姨母，他就赶紧跑啦。那是他的桃花债，不用管。他说下个月来看我呢。可恶，本座引以为傲的自制力，竟被你们勾引得荡然无存。奴才安排了明珠院，又大又漂亮，咱们去瞧瞧。
楚了，我很喜欢这里。只要小郡主喜欢，奴才再辛苦都乐意。你自己一个人睡没事吗？没事，你退下吧。这上面太危险了。没事，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呢，都嗨起来！呀！大山里子孙哟，爱太阳喽，太阳那边哟，山里的人哟。为什么不去死？死了就再不必忍受身心折磨，大不了让那群人如意便是。这里的山歌排对排，这里的山歌串对串。下面的朋友们，让我看到你们舞动的双手好吗？等本王请你们走。放开我！我演唱会还没开完呢，没有我动听的歌声，你们睡得着吗？再敢欺负我，我可不客气了。闭嘴！再不睡，以后都别想睡了。小郡主竟不像普通孩子那样赖床，还知道教训王爷，真是个好孩子啊！别说了，起来起来！你给我说说那老头，他怎么样了？好相处？不，哪个老头？你亲爹啊？今日走个过场即可。他也没心思多搭理你，你跟你亲爹关系处得不怎么样啊，他连这点面子都不给你。我倒宁愿他不是亲爹。肯定是他的错。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厉害的儿子，宠都来不及。他可真不知好歹。亲王殿下，皇上刚下朝，正在乾元宫等您。亲王竟舍得打这么可爱的孩子。真有眼色。哼，你腿太短，本王懒得等你。太子带寿康郡主与皇长孙前来，给小郡主做完伴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孽障，仗势欺人！父皇息怒，大皇兄昨日因事一时冲动。想要朕息怒，就少做丢人现眼的事。这是太子，他倒是蛮有兄弟情谊的，还为秦九州说话。可怜见的，不杀他了，圈禁就成。若屈尚书不在，就能伤及百姓，侮辱官员了吗？朕望父上天眷顾，竟生出如此暴虐凉薄的儿子。来人，将秦王！可我们昨日没去仙位楼啊。昨日永安侯夫人找我父王去仙位楼，可父王要照顾我，就拒绝了。我们根本没去仙位楼，更没有仗势欺人呀。皇祖父，昨日出什么事了？回小郡主的话，今日早朝去尚书当庭参秦王于先为楼纵奴行凶，
侮辱朝廷命官，伤及百姓。是我干的！瞎嚷嚷什么？敢冒认罪名？庆隆帝还没死，还不到他们为所欲为的时候，必要的牺牲你低头是难免的。昨天发生了什么？皇祖父可以派人去查，清者自清，我们不怕。去查。当然，他冒认罪名这点实在不像话，回头我一定好生教训，今日叫皇祖父看笑话啦。无妨。昨日的鸡毛掸子打得太轻了。你看我干什么？你就是皇兄的女儿？我不是，她是我女儿。唉，净问些废话。果然是个没规矩的乡下丫头，不向长辈行礼问安也就算了，竟还敢直视圣言。哼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你在说我吗？可你看到我父王也没行礼啊，还是我搞错辈分了？该我父王向你行礼，拜见秦王叔。原来你不是长辈啊，真没规矩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几岁了？3岁。过来，让朕瞧瞧你。你在看什么？龙椅。抢走龙椅，一统天下。龙椅乃万民叩拜之物，非真龙不可居之。我头一回见到，心中自然好奇。这孩子出口成章，瞧来竟伶俐得很，可曾读过什么书？4书5经都读过。哼，一个没规矩的乡下丫头，竟敢说自己饱读诗书，你可知欺君之罪当斩？不知不语，此谓止。寿康妄承才女之名，皇兄何必跟小辈计较？软软是吧？你才3岁，怎么可能通读4书5经呢？你寿康姐姐日夜苦读，也才粗略读完大学。小孩子若撒谎，可要打手心。二位为立吴三在风霜，岂可妄言兄无点墨？井蛙之见，徒增笑耳。啊，共活了3年，3年都是风霜，还有那要文嚼字的什么玩意儿？瞧你大大年纪，却蠢笨得很，可曾吃过什么药？像，太像了。当初的元后便是如此。此名也好，冠以国姓，朕赐你封号陈安，望你一世长安。温软与秦九州9分相，而秦九州孝是元后，这封号臣太重。寿康、陈安，哪个更贵重还用说吗？今日之后，我寿康往日的风光都成了笑话。多谢父皇赏赐。多谢皇祖父赏赐。好孩子，你倒学得有模有样。起来，和朕说说你想要些什么。今日与皇祖父相谈甚欢，以后你常出宫来陪我。人小了就是寂寞，盼着有个说说话的。好，有了孩子，便改改你那碗哭习性，你自己风流暴虐，可别带坏了软软。别顶嘴。软软聪慧，日后若无事，可来许你寿康姐姐玩。一个母不祥的野种，本郡主斩他一身穷酸味做什么？皇兄此举为何？本王不打幼童，若他们实在嘴碱，便只能训其父母了。毕竟子不教，父之过。父皇，寿康口出恶言，我们到区域前也不占理，他像是盼着我们还手一样，此时必有陷阱。只要有需求姑母在，整个秦王府都是您的狗，跟自家疯狗计较什么？寿康无礼，的确是本宫管教无方，多谢皇兄提醒。
你拳够干嘛？你倒试上啊！傻缺太子都站那任打了，你却跟柱子成精似的不动弹，蠢透了！你少唯恐天下不乱。小郡主别闹，方才虽是寿康郡主无礼，可王爷当众殴打太子，明日也必要被弹劾。皇后娘娘听闻小郡主认祖归宗，特赐了些珍宝，多谢皇后。多谢皇后。马车这么高，您可不能直接跳啊！下回奴才抱您下来。好呀，那下回管家爷爷要守在我身边。王爷，方才御前降旨，称永安侯夫人纵奴责打百姓，陷害亲王，褫夺其高命，命他抄写佛经百遍。御前怎会向如此重罪？他纵奴行凶，侮辱尚书已是重罪，还将一切都推到您身上，圣上怎能不怒？机会啊，老弟！你叫我什么？别关注那有的没的。白溪清遭受重击，这会儿肯定闭门痛哭呢。你快去攻击男主。就是那个猴，叫他没时间安慰白溪清，他们夫妻感情必然出问题，你再趁虚而入，偷他老婆，偷他家。那你有什么好主意？去查。王爷，永安侯夫人身边的翠儿来了，让她进来。昨日王爷爽约，害我们夫人受辱，今日又闹去御前，此举未免太过无耻。永安侯夫人打着我们秦王府的旗号仗势欺人，无耻的到底是谁？微风，西清如何？我们夫人刚听完圣旨，就晕死过去了，还吐了血。偏偏老夫人和四姑娘还在一旁冷嘲热讽，骂她扫把星。夫人身有傲骨，逆折不弯，何曾受过如此屈辱啊！吐血。王爷若不愿再与夫人来往，直说便是。难道我们夫人求着你不成？何必闹去御前，叫她受此无妄之灾？本王不是。算了。现在整个侯府都被连累的受尽嘲笑，夫人更是处境尴尬。此事是王爷惹出来的。您若不进宫求皇上收回成命，以后也不必与夫人来往了。我们夫人傲骨铮铮，绝不与没担当的小人做朋友。你说谁是没担当的小人？嗨，我是温软，怎么被我迷倒了吗？温姑娘，圣旨已定，没有朝令夕改的道理，您进宫面圣也没用。秦王有缘后留下的珠，多人脉资源，若以此交换，圣上岂会不让步？单看在王爷心中，究竟是身外之物重要，还是我们夫人重要了？那是人后留给王爷保命的，不是给你主子擦屁股的。迟，我们夫人盛怒，还被气得吐血。王爷再不解决此事，日后夫人不理你，可别怪奴婢没提醒过。王爷深知皇上性情，今日您若去求了，就算有元后作保，我们也承受不住龙颜大怒了。本王何尝不知，只是白溪清的要求，他素来没有不应的，早已成习惯。原来舔狗是这样试的。舔狗是什么狗？你照照镜子就知道了。回来再跟你算账。哎，你哪儿去？入宫不行。我积财才跟大皇帝搭上线，你进宫得罪他，叫我脸往哪捞？我面子再大也不是叫你挥霍用的。懂点事儿，叫我少操点心行不？老大不小的人了，做事没脑子，还要我提点。王爷，您自己得罪皇上不要紧，反正您皮糙肉厚，可别连累了小郡主。你怎么样？想打我？你去开库房，将昨日西清伤的那人送去医馆，赔500两银子，送重礼去曲阜道歉，再去城外以西清的名义施粥送医，叫酒馆茶楼扬他善名。是，你寸步不离地跟着他，若他闹出事来，唯你是问。
这就是传说中的轻功吗？王爷轻功独步天下，现在倒成了做梁上君子的利器。我但凡早来几年，就能跟秒天秒地还带进幻视的大反派联手了。谁要番外篇这个卑微舔狗啊？梁上君子，他是去找白溪清了。绝顶轻功都用在这儿上头了。他要是真能博得红颜一笑也罢，偏偏连个正经身份都没有，只能偷偷摸摸的去瞧。那大宅邸里最机灵的小贼见了他，恐怕都要甘拜下风。真怂啊！这还不算什么，您听听王爷刚才说的什么话？500两给百姓也就算了，可取尚书的赔礼能轻了去。那是狐狸成了精，最会坐地起价的，必得搭上不少资源和珍宝才能了结此事。还有施粥，王爷这辈子没干过什么好事，施粥也算给他积阴德了，却偏要花大彩礼给白青清扬名。秦九州那个败家子，不知谁给他的好勾当，竟敢拿我的钱送人。还有女主，张嘴要饭可真顺溜啊！从没有人敢从我手下抢东西，敢抢的手已经被剁了。这回要扒不下男女主一层皮，我就跟女主姓白。这是王爷的钱？他的不就是我的？你可知道我此生最大的目标是什么？灭掉太子，一统天下。那秦九州呢？守护白溪清。风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应该明白，跟着一个眼里只有女人的主子，能有什么前途？我看得出来，你对他很不满。秦九州色迷心窍，已经不适合做主子了，倒不如换个人，一个能带领你们杀上皇位、夺回一切的人。我可以向你承诺，等你帮我架空秦九州之日，就是你一人之下之时，带我拿下皇位，更可许你一品大将军之位，如何？小郡主英明。得了，带本座去瞧瞧库房吧。秦王府还蛮大的哦。每个院子都十分宽敞漂亮，尤其是您的明珠院，是除了正院外最大的院子了。正院最大，那本座要住正院。正院是王爷王妃所居之地，小郡主住进去不合规矩。本座就是规矩。秦王府已经不再是秦九州的王府了，是本座的王府。管家爷爷可要认清形势，别站错了队才好。现在王府是小郡主当家。王爷的名声可以毁，反正已经烂透了，但小郡主一定要清清白白。不如奴才将明珠院南侧小花园划进去，再扩到西侧长廊以内。这么一划就有2个正院大，谁都知道您是老大。就这么定了。管家爷爷很识时务，本座不会亏待您的。去，把府里所有人都叫过来，本座要训话，叫他们认清形势。人人都道我生来尊贵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可谁又知道，我真正想要的东西，从来都得不到。幼时想要母后却难产而亡，想要父皇陪伴却只得到这些冰冷的珍宝，想要真心好友，却皆是利欲熏心之徒。那年母后生记我偷跑出宫被掳，那个满脸脏乱却满眼时光的小姑娘给过我一块糕点，那双眼睛比世间任何珍宝都要耀眼。可惜那曙光终究不属于我，这2日被那丫头闹出来的生气似乎又被抽干了，只想回去痛饮一场，以此来麻痹这些思绪。参见王爷，府中人都在明珠院听小郡主训话。秦九州那个怂包，占着茅坑不拉屎，坐拥数百府兵，无数暗卫，却连个太子之位都拿不下，简直丢尽我反派之脸！告诉本座，你们甘心吗？不甘心！大点声！不甘心！跟着秦九州只能做不反抗的走狗，谁都能踩一脚，还不许反击。可跟着本座，你们便是闻风丧胆的反派军团。想想看，以后你们上街，权贵退避三舍，连太子见了你们都得跪下叫爷爷。告诉本座，你们想要吗？小郡主以策反追风和管家，想要架空您当秦王府的家。孩子不打不成器，棍棒底下出孝子。现在愿意追随本座的，上前一步。听说你要架空本王？既然
然你知道了，本座也不瞒你，如今秦王府尽在本座掌握，你完蛋了！雷来人，把他给本座绑起来。今儿天气真好啊，万里无云，白云飘飘，天空还湛蓝。哼，本座只会不动你们了。奴婢要去准备晚膳了，属下告退。管家爷爷，奴才誓死效忠郡主，这就……哎呦喂，我的腰！嗨，跟你开玩笑呢。开玩笑呢？开玩笑呢？下来。来，告诉本王，你的江山打多少了？哪有？我只是想找大家玩儿，你不知道哪儿去了，也不理我。要是嫌弃我，我走就是了。你还有理了？我没理，你是老大，你说什么都对。我可怕你把我赶出家门了。你是秦温软，当今圣上亲封的陈安郡主，秦王府唯一的小主子。男人的鬼，骗人的嘴。我要真能赶人，肯定先把你赶出家门。小郡主爱笑爱闹是好事，王爷不必苛责，满府上下都爱陪他玩呢。还不走？去哪儿？不是你要玩吗？本王闲着也是闲着，看你可怜，便陪你玩会儿。你不打我？然后等耳朵被你喉咙吗？还不跟上？父王，你人真好。你召集满府人折腾，就为了坑小郡主玩？哼，你没发现王爷仙活多了吗？好像的确如此。只要小郡主在，王爷就能忘了白皙卿和乐而不为。叛徒是没有好下场的。王爷武功深不可测，我是内应。内应？佯装反水获取信任，再伺机策反其他人。哼，你倒很机灵吗？可我怎知你究竟忠心于谁？属下若非真心效忠于你，刚才何必调动府里这么多人，还有那些藏在暗处的高手？这不是上赶着被王爷处置吗？属下对小郡主的忠心天地可见，即便是稍后被王爷惩处，也绝不背叛你。本座不会忘了你的付出，待本座功成之日，必许你万人之上的权柄风光。小郡主魅力无边，属下甘愿为您赶脑涂地，不在乎那等身外之物。嘿嘿，我的人格魅力果然无人能挡。要先刮鱼鳞了，别扔火堆里，调料撒偏了。这可是王爷第一回烤鱼，还是小郡主面子大。火候掌握不好，鱼肉有点生。管家爷爷，快给我拿个馒头。本王去更衣。去吧。属下去了。可怜见的，委屈你了。回头留半条鱼。禀王爷，今日属下安抚住小郡主，幸不辱命。辱骂本王，调遣安慰，这叫幸不辱命。若不如此，属下怎能探知小郡主的真实想法？王爷胸襟广阔，理当为您分忧，了解他的心思，好让您因材施教。哼，伤哪儿了？内伤。脸色好像是有点发白，可怜见的。快吃鱼！大皇帝送我好多宝贝，一会儿你去挑。随便拿。小郡主对属下太好了。你既跟了本座，自然不会委屈你。快点，他肯定看不到。
我保证守密。我干了老半天活，连条大鱼都不配吃，果然是个没良心的小玩意儿。后日昌平姑母寿辰，你与本王一道去。昌平姑母，圣上三妹长袖善舞，夫君安国公实权在握。原来是这样，那个人也会出现在宴会上，这真是一个绝佳的机会。太好了，自己人，白皙请来吗？他在府朝佛经，无暇出门。哦，去尚书那里还得我亲自摆平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行善举，办善事，做善人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暴虐王爷竟说全善的话，小郡主太厉害了。装场面话想升咖当男主，戏份是抢来的。那个孩儿，孝景来吗？他与长公主没交情，不知会不会来。不过他母亲和妹妹会到。你想办法叫他来。做什么？哼，扒他脸皮。小俊，祝歌声宛如天籁，人间难得几回闻。你是我之一，我再唱几遍给你听。白天防他造反，夜里忍他唱歌，去长公主府，发疯都得抽空。手撕男女主，明知要出门还不好好睡。我拉拢长公主时你得尊重，这腿飞扬像什么话？和秦王竟生出这么乖软的女儿。软软吗？我是姑祖母啊。您长得真好看，软软总觉得该叫您姐姐。哎呀，真是我的心肝宝贝！祝姑祖母福寿连绵，方颜永驻。昨日便听皇兄说你识文断字，今日一见果然如此。好孩子，可真机灵。小明见过承安郡主。你是谁？草民叫王启，家父是啥来着？我草民就住秦王府隔壁，可近了。郡主可以来我家吗？隔壁老王啊，有空我会来的。不是有空，是回家就来。秦王府不能待，有女鬼。女鬼？是真的。那女鬼一到晚上就鬼哭狼嚎，可吓人了。我二姐都不敢自己睡，急着我母亲睡呢。我大哥说，那是女鬼在索命。干什么？区女鬼，本座会怕。你胆子不小，今晚继续再上屋顶唱歌吧。哼，凭什么？那女鬼一定是想引起本座的注意，本座上屋顶齐飞如了她的意。她做梦。长公主，太子与太子妃到了。侄儿带温软去花园。这钱不能丢。什么钱？冯驴啊，笨蛋！哼！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竟还有人敢抢本座的钱！天凉了，我看他也活腻了。小郡主，王爷后半辈子的俸禄早就被扣光了，这回皇上罚了跟没罚一样。
发疯禁足都还是最轻的。王爷挨过的板子不少，有一回被那群贱人联手白西晴陷害，被打得差点去了半条命，与皇上的关系也变得势如水火。快开席了，你不是饿了吗？别吵，我在烧烤。小郡主想要回俸禄，那还用说，谈不及。先给他点颜色看看，静待他最脆弱的时机，一击中的。谁要刺杀了？一会儿你叫人使劲灌他酒，别告诉我，你手里没人。秦九州的党羽还没被灭干净吧？如果是暗算刺杀这种手段，王爷必然不会答应。我也不敢轻易操作此事，但只是灌点酒罢了，应该没事吧？哼，喝死你算了，看你那德行。喝点马酿，你是心高气傲，抢我钱钱，你是生死难料。小郡主，这是长公主府，不能胡来。少废话！普天之下就没有本座不能胡来的地方，若有，本座便踏平了那地。哼，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抱本座去找太子？可太子应当是喝多了，更易去了。要的就是这时候。你知道一个人什么时候最脆弱吗？受伤的时候。哼，笨，当然是去茅房的时候。哎，还不抱本座去？救命啊！太子就在那儿，他喝多了，反应不会太灵敏。追风就是现在！哼！有刺客，快保护太子！奴才该死，奴才什么也没看到。追风干得漂亮！李圣贤，这难道光彩吗？追风，没想到你武功竟如此之高。属下武功平平，也就堪堪高过太子一些罢了。要论身手和内力，还得是王爷。还有追羽、隐匿轻功一绝，追雪追月，剑法登峰造极啊！这种脏活不能就我一个人干。你王爷有何贵干？本王想聘请太傅为小女启蒙。哼，翰林院人，一大人都可胜任。小小启蒙，杀鸡焉用牛刀，不想跟秦王府深交。启蒙先生须德行出众，善良大义之人才好。满朝文武百官，无出太傅其右者。太阳打西边出来。本王想教他做个好人。他没脑子走秦九州的老路，每日只需教导一个时辰，这点时间能教出什么？绑了他，日夜被大周律都是轻的，
1个时辰。开玩笑，太傅高风亮节，扶危济困，有您是大周的福气。狗东西，不是你骂本官伪善的时候了。以后赚你钱，叫你闺女孩听你赞美，本官赚翻了。秦王都饿成什么样了，竟还能被陈安郡主折腾的来找你这个政敌？别是个更饿的。陈安郡主那种乖孩子，本官轻松拿捏。秦王还没有到绝境，不能得罪狠了。再说，太子今日威严扫地，能不能坐稳储君之位都未可知了。或许该踩另一条船了。太子不再是唯一的宝。这招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，还直接离间了太子党，实在是高。小钱，我想喝茶。哎呀，手滑啦！快去换衣裳呀，给我最后的疼，爱是手放开。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安拉，你放心去吧。萧景已经到了，属下这就去引他过来。这位便是陈安郡主吗？小姐，长得还真狗模狗样的。郡主长于乡也规矩差，秦王女儿野蛮粗俗，也算家学渊源。那你们家欠人钱也算家学渊源吗？永安侯府家大业大，用得着欠人钱？郡主从哪儿听来的谣言？侯府怎会欠钱不还？怕是秦王看我不顺眼，才如此污蔑吧。原来你家很有钱，那为什么要叫你夫人向我父王要钱啊？污蔑命妇，当处20大板。贵夫人已非命妇，郡主品级更高，君臣有别。往日君夺臣妻本毫不计较，夫人险些自尽，今日还污蔑他。给我打烂他的脸！好嘞。永隆27年7月送血玉镯1对，珍珠宝石头面3套，银票5000两。6月送浮云，锦10匹，东珠1匣，银票7000两成。5月送燕之芳。许奏，我夫人傲骨铮铮，怎会要脏东西？再污蔑便告上御前。还可以请苍天变中间。你夫人若拿了秦王府1分1厘，就叫你脚底生疮，脸上发酱，这辈子没法一统侯府。个没眼色的，别影响我发挥。今儿打不烂男主的脸，他就跟我姓温。你脸上已经发僵啦，老天有眼啦。作为反派，就是要立志走在气死搞死男女主的路上。不成功便成仁。账本就在这里头，有些东西，千金难求，要查来源很容易。比如浮云锦、东珠，还有您腰上那块和田玉佩，这是您夫人送的吧？还是我们王爷精挑细选出来的呢？不能叫外人看了笑话。我不信西京那般清高自傲的女子会要秦九州的脏东西。秦王府所出之物具有票据，永安侯和大伙儿要是不信，稍一查探便知。比如燕之芳更名一事。对，城东的胭脂坊，从前是秦王府产业，5月10变成了永安侯夫人的。哪个都不想得罪，哪个都得罪完了。也不是怕被永安侯府迁怒，就是单纯唾弃这种吃瓜不带大家伙的不要脸行为。永安侯夫人孤傲清高，才名满京，更因曾被狠戾无耻的秦九州纠缠，而博了不少人同情。京城上下对她的评价都十分好。他本人也曾当众扬言，秦九州心怀不轨，即使情深似海，他也痴于与之相交。可私下里，旁的他不确定，可燕之芳的确在白溪清名下。他本以为是白家给他的产业。你知道你夫人为什么会被罚吗？因为皇祖复查出来，他约我父王，被拒绝后恼羞成怒。公然教唆秦王抗旨不遵，永安侯夫人几位祖宗啊，罩得住他吗？我父王虽没理他，
但念在相识一场，还是替他给百姓赔了500两，给曲尚书送了重礼，连城外施粥都是我。父王派人以他的名义去的呢。这瓜是最近2天的，大家都吃了。原以为是永安侯府为白溪卿运作，没想到是请九州。其实也不算欠钱啦，虽然是那你夫人主动要的，但我父王压根儿就没想过叫他还，白送的。可是我今儿也不是来问你要债的，只是我父王以后要养我，我很费钱的，恐怕没钱给你夫人了。你能叫他别问我父王要钱了吗？巧言令色，秦王爱而不得，竟教你一个3岁小娃来污蔑侯夫人，手段当真下作。看在你年纪轻轻的份上，本座再给你一次说人话的机会。曲尚书，您来做个证，替永安侯夫人赔礼道歉的，究竟是他永安侯，还是我们王爷？上书，活生生的提高反派逼格的上书。小老头，等着本座，等本座羽翼丰满之日，一定来侮辱你。秦王的赔礼十分厚重。好不容易驯养好的疯狗，竟也学会咬主人了。既然如此，便留他不得。他为何帮父亲洗刷污名？为何帮永安侯夫人独立行走？因为他善。陈安郡主孝顺仗义，本性良善，在本官的教导之下，必能成就一代善民。真是要很好，就这么宣传他。您受过那么多委屈，竟还能对外界风马保持缄默，当真是品行高洁，有情有义呀！老臣从前清看您了。啥玩意儿？有人骂我暴虐狠辣，有人骂我荒淫无耻。这是我这辈子听到第一个夸我品行高洁的。韩首府脑子好像被门夹过。不奇怪。你做了什么？可恶！竟敢骂你品行高洁，他瞎吗？岂有此理！哼！这是对一个反派最大的侮辱。老头子给本座等着，侮辱完曲尚书就轮到你。永安侯的世界非黑即白，小郡主人美心善，给了他点颜色看看。此仇非报不可。这是您最喜欢的庐山云雾，秦王府上个月刚送来的，奴婢闻着都香极了。他请九州敢送我次品茶吗？那是自然，您皱个眉他都心疼得不得了，哪舍得叫您喝次品茶呢？但这回他似乎有些不受控。平时但凡我有吩咐，秦九州可是鞍前马后的效劳，但这回却拒绝为我抗旨，只是迂回为我挽回名声和高命，而且他有好几日都没来见我了。放在从前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哼，秦九州怎么可能戒得了对我的爱？他也舍不得。会不会是因为瘟疫的女儿？不可能。瘟疫一个低贱的平民女生下的野种，就算能进秦王府，也不会得秦九州的喜爱。更遑论影响他对我的痴情。他唯一宠爱的孩子，只会是我的韩歌儿。可那个温软本不该活着。住口！奴婢该死。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
你莫不是又与秦九州打架了？先前他约我出门，我不是没去吗？他纠缠我已久，甩也甩不开。你无视他就是了。我无比确认萧景爱我，但古代的感情太不稳定，3妻4妾更是合法。我只能想办法保持新鲜感，叫萧景时刻有危机感，从而更珍惜我。刚好我有秦九州这个完美舔狗做调味剂，2个出色的男人为了我大打出手，连太子表哥都对我十分疼爱，是有情谊。京城不知有多少命妇贵女羡慕我的好命呢。他约你，不是你约他吗？若非你气我，我怎会约他？你外头有红颜知己，我就连个朋友都不能有吗？要求对方掏心掏肺，给钱、给珠宝、给铺子的朋友。谁告诉萧景的？你胡说什么？我为人如何你不了解吗？我白皙青自有傲骨，连你侯府1分1厘都不屑沾染。萧景，你太侮辱我了！这是我深爱的女子，从里到外了解过，日夜相处的枕边人。难道我要选择相信外人，而冤枉发妻吗？西晴，真的冤枉吗？这是做什么？他竟敢摔碎我送他的东西！这玉佩好像是秦王送您的，侯爷会不会是知道了此事？送了我就是我的东西，拿自己的东西送丈夫，有何不对？夫人，不好了！今日在长公主府，陈安郡主当众向侯爷要债，将您拿过秦王府的东西当众念了出来。我拿过秦王府的东西，奴婢该死，奴婢说错了，是秦王送您的。只是他为何如此无耻，连送给您的东西都敢要回来，还当众向侯爷挑拨。当众？是啊，现在京城都知道这件事了，侯爷颜面尽失，惹得侯府的夫人姑娘们觉得丢人，也快来找您麻烦了。外头还在骂您，骂您厚颜无耻，又当又立。都知道了，那我苦心营造的假象，不，本就是秦九州纠缠我，可外头人必要误会我与秦九州纠缠不清。还有萧景，秦九州不甘心了，他想以此逼我和离，下嫁于他。他怎么敢的？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一个无权无势的落魄皇子，还有疯病。而您是太子的表妹，贵妃的外甥女，身份尊贵，夫君更是前程大好。平日看他可怜给几分笑脸，他就真敢笑笑您。去请太医，说我听到外头的污蔑后吐血了，叫韩哥儿去秦王府。秦九州最疼他，你去教教他该怎么说。是，小姐。秦九州，一个舔狗竟也敢肖想得到我。等过了这一劫，我一定要你好看。系统，你又去哪儿了？回话啊！你不是说秦九州这辈子只会当我的狗吗？他怎么敢坏我名声的？你有办法洗清我名声吗？系统，你说话啊！系统还有别的宿主，现在我需要他，只能自己思索哪里出了问题。来人，江安卫来！快去看看京郊庄子里那个女人有没有偷懒，还有，叫刘妈妈称禁了，我要她日夜受罪，搓磨不停。是。所以，
你们将本王与西青这几年的私下往来全都公之于众了。小样，被本座神秘莫测的手段迷倒了吧？他们夫妻一定会大吵一架，这就到你趁虚而入的时候了。只要你听本座的话，这个媳妇儿跑不了。外头风向如何？都在骂白皙卿厚颜无耻，水性杨花，都说王爷因痴情错付，实在可怜。白皙卿名声尽毁了，或许还会被孝景责怪，或许还会因失节而自尽。快追雨！发疯了，好酷！小郡主别怕，王爷甚少伤人，只是控制不住自己，属下会保护你。他怎么做到的？是药，快给我药，我也要。小郡主，这是药，不是糖啊！本座知道，拿来吧你。又疯了一个。王爷，永安侯世子来了。把他给本座扣下，叫白皙卿来数人。小郡主乖，王爷还疯着，您让让他，下回奴才一定给您把人扣下。可恶，浓眉大眼的管家爷爷也叛变了。秦温软，其实我是为你好，那个白皙卿连吃带拿还对你不好，根本不是好玩意儿。我忍不住给他点颜色看看。以后等我当了女帝，给你10个8个红橙黄绿皙青。本王给你找了老师，去找他吧。老师？谁配做本座的老师？梳子胆大包天！对，就是这样。面对姓王的，千万别留情，发挥出全部实力，狠狠给他点脑血栓的震撼。王太傅服危济困，光风几月，最喜劝人向善。他想劝本座向善啊！很好，他成功引起了本座的注意力。本座欣赏他的勇气和魄力，可以满足他接近本座的小小请求。送小郡主去隔壁王府。是，你就宠他吧，迟早成个祸害。把本座的药还回来。这是王爷的药。放肆，那是本座的。追风。小郡主小心，王爷还生着气呢。我们今日坑了太子，打了永安侯的脸，还让永安侯夫人颜面尽失，王爷心里可憋着气呢。您瞧那疯样，再带下去指不定怎么折磨您。去隔壁躲躲也好，他疯得厉害，您这样英明的主上怎会与他计较？自然是适当给些空间，叫他整理好情绪，再来给您办差了。哼，那是自然。等本座先去修理修理那姓王的，叫他明白什么叫火从口出。秦王叔怎么还没到？世子，天色不早了，王爷让老奴送您回去。啊，秦王叔有事吗？那我先回洛星院玩会儿好了。
世子，王爷的意思是送您回永安侯府。啊，秦王叔从未拒绝过我，恨不得连星星都摘给我，怎会不允许我留下？狗奴才，你最好没骗本世子，否则等本世子告诉秦王叔，一定扒了你的狗皮。世子请便。呀！哎！臭狗奴才，你等着！哪来的小东西，敢打本座的人？大胆！哼，这就是男女主生的那个高智商儿子。哼，也不过如此。嘿，原来你就是那个小野种啊！已经很久没有人敢这样对本座说话了。小东西，你很有胆量。可惜本座已经有小野猫要去收拾了，你这样事儿的还不够格儿引起本座的注意。怪不得寿康姐姐说你是个野丫头，乡野长大的贱民就是粗鄙无礼。哼！管你野不野，你只需要记着，管家爷爷是本座的人，对他不敬等同对本座不敬，再有下次，形同此桌。石桌太高，抬手时扭了胳膊，还有本座的手，好疼啊！哼，颤抖了吧，小东西？已经很久没人这样维护老奴了。秦王叔，竟纵容一个野丫头对本世子如此不敬，他若不将这个野丫头带来给我跪下赔罪，本世子绝不罢休。以后别想我踏入王府半步。小郡主疼不疼？笑话，本座会疼。本座生来便坚强，只有不想拍之桌，没有不敢拍之桌。温坚强，臣乃吾辈楷模。小郡主，这就是王府了。王府？属下要回去复命，追雪和青玉会跟着你，您有事只管吩咐他们便好。盯着点这个小姐，别让她真把这王府给拆了。什么程度算祸害？王太傅没真动怒就行。郡主有礼。就您有礼，我们都没礼啊！小郡主，你真的来了！你诚心要供奉本座，本座岂能服你美意？听说你要劝本座向善。秦王既聘请微臣做郡主的启蒙先生，微臣自要负起责任，教您识文断字，引您向善。狮子狂妄！啊？怎么办？王太傅不会退货吧？小小礼物不成敬意。收起你那些小把戏吧，本座早已知道你的真实目的。玩欲擒故纵，小野猫成功了，带路。陈郡主是孝顺乖孩子，马延定是秦九州教的。
日后微臣便在这里为郡主授课。小野猫，你是在挑战本座引以为傲的自制力吗？小野猫，你已经引起本座的注意力了，不要再做多余的事。本座的耐心是有限的。这是父亲收集的前朝孤本，送给郡主。逆子，尔敢！郡主年纪太小，读不懂，等以后。本座3岁时签字，四书五经通读多遍，岂会看不懂？哎呀，此言当真？我们小郡主可聪明了，寻常3岁孩子哪有这么机灵？哇，郡主好厉害！如此行径道也，别具一格。如何可看得懂？郡主可认识这些字？不认识，忘了古代是繁体字，胳膊腿儿又多又少的，简直是挑战我的耐心。一个字都不认识？你的书和你的人一样，都是小妖精。本座单要抵抗被他吸引的注意力就已经很难了，不认识很奇怪吗？如果你是这种目的，恭喜你成功了，小妖精。诡计多端的主角团，竟连本座都上了你的当！无耻下作是本座的权利，谁允许你盗用的？岂有此理！倒反天罡！你是有病吗？哦，还真有，疯起来连自己都骂。小郡主息怒，王太傅只是关心您。我才不要听！你就是那群多管闲事的，不然我的脸怎么会疼？还有谁会执着于针对我？什么小野猫？什么引起注意？都是诡计，就是为了打肿我的脸！可恶！小郡主，您也不想被人知道您不识字吧？王太傅学富五车，若能得他倾囊相授，再变得跟他一样温柔善良，失去我反派气节。咱们秦王府很久没新人了，让大善人反水加入，岂不大快人心？唧唧歪歪，牙口不好，履历还脏。罢了，创业初期，聊胜于无。郡主答应了，本座有条件，拜本座为师。让老夫拜你为师。哈哈哈哈，还委屈你了。你知道本座麾下有多少人马吗？你知道连天道都是本座为威胁吗？就你这种有前科的履历，本座能收你就偷着乐吧。因材施教啊！太傅，先获取信任，再潜移默化引他向善。好了好了，你们2个别再顶嘴了，今天先把这本书炒完再说，行吗？握个手，和气生财。就依你吧。你怎么回事？这个字讲过了还没记住？停！上课能喝水吗？谁教的坏习惯？颠三倒四，车轱辘话，你还想不想通过本座考核了？你真是本座带过最差的一届。完了，太傅不会被玩坏吧？要不要劝劝？小郡主，你还收徒吗？
只要资质好，一心向恶，本座就给他机会。那能叫我做大师兄不？反复高，哼，好小子，有前途。逆子，你想造反吗？同门的事怎么能叫造反呢？以后我叫您父亲，您叫我师兄，不耽误啊。你这孩子！小王说的有理，你们都是本座麾下之士，要以本座辈分为主。老王，以后见到小王叫师兄，不许无礼。对了，就别叫本座师傅了，我们如今根基尚浅，还需低调行事，叫王就好。是，吾王威武。吾王太傅，快醒醒！小郡主需要您啊！父亲快醒，我还有话没交代完呢。这世界太疯狂了，让我再睡会儿。啊！女鬼！怎么了？快走啊！好啊你！小小野猫，谁给你的豹子胆敢赶本座？本座还就不走了。吴王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总觉得他还要再搞咬蛾子，老胳膊，老腿禁得住灶吗？你不走，本官走。哼！太傅，留陈安郡主在府，能成吗？哼！你叫夫人给他安排院子就是。他的对手是本官，本官走了，他折腾得起来吗？看他还能怎么折腾？总觉得太傅太乐观了。准备仓促，委屈郡主了。可还有需要添置的？还算凑合吧。叫什么来着？臣父王正氏，我母亲叫郑湾云。婉远，今日辛苦你了。本座还有些饿。啊！臣父这就叫人准备膳食。现在郡主流行自称本座吗？多来点馒头。这不在是家贵族食谱里？现在连馒头也上位了吗？我好像被排挤了。陈安郡主的话，我竟对其意一知半解。这些日子，没有人告诉过我这些流行。王府竟处处都是勾人小妖精，哼！以为本座会被你们迷惑吗？做梦去吧！你回去把兄弟们都接来。接他们做什么？攻打王府吗？小郡主又乱改剧本。秦王府闹鬼，本座能躲开，反而叫兄弟们留在那里受害嘛。小郡主有义气是好的。但可以先别讲义气，兄弟们到底是被谁祸害？您心里是真没数啊！管家等人来后安顿好。眼不见心不烦，进去陪温软睡了。昨日给陈安郡主上课了吧？怎么样？他跟秦王谁更恶？陈安郡主有多乖巧，你根本想象不到。陈安郡主品行之高洁，天资之聪颖，为人之善良，简直是所罕见。还真是逮住出好笋啊！你哭什么？本官欣慰，陈安郡主这种百年难得一遇的神童乖孩子，竟被本官收入门下，这是本官上辈子作恶多端修来的福。太傅慧眼如菊，真是气煞老夫！他在朝堂上争不过我，竟让他那女儿来折磨我。呸！不
不要脸的狗东西！今日御史台怕要弹劾永安侯夫人，秦王不会想一力抗下此事吧？此事不在太傅管辖之内，您只要好生教导小女即可。微臣也是担心王爷在犯傻。您不知道现在外头都说您什么？人云亦云，本王不屑去听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肯定不敢相信。启禀陛下，永安侯夫人白西青不守妇道，唆使秦王抗旨，请陛下严惩。臣附议永安侯孝景治家不严，亦当问责。白西青如此玩弄所使秦九州，太子就当真半点不知情。如果他知情却还纵容，又是抱着什么目的？糟了，父皇的神色不对，我得赶紧辩解。父皇，为永安侯夫人所做一切都是儿臣心甘情愿，并无人唆使引诱。永安侯夫人居于儿臣身份，才不得不收那些东西，一切都是儿臣的错。啊！本官就说说，你还真扛这事儿啊！一切都是儿臣的错，若父皇要罚，便罚儿臣。蠢货，蠢货！就这狗样还想继位？扫皇宫人都嫌你唇味太浓。父皇明鉴，皇兄也是情之所至，并非有意胁迫永安侯夫人，请您网开一面，将此事接过吧。太子当真认为此事是秦王之错？大意了，是微臣治家不严，请皇上降责。一条狗罢了，怎配叫他说情？你既主动认错，便罚俸3年，卸去身上差事吧。永安侯夫人行为不检，品行不端，不堪为。臣父皇上。父皇，皇后私下教导妈妈，教她好生学学女戒女训。永安侯老夫人教习不严，褫夺高命，皇后意志深持。白首亦教女不善，降职3级，罚俸3年，其妻褫夺高命，此后不得入宫。其子女男不可参军入仕，女不可入皇宫王府。王爷，您没事吧？你说本王是不是错了？本王听了西青的话，不再想要执掌政权，反而扶持太子，善待天下。可他们却从未感恩。本王厌恶一切虚伪，朝野上下皆面目可憎，百姓愚昧无知，他们却从未放过西青与本王。百官风马指责，百姓人云亦云，他们怎配？小爷有些偏激了。4年前那个暴虐无情的他，要回来了。若天不公，便捅破了那天；若地不平，便踏平了这地。在你眼中谁人虚伪，便撕破他的假面。本座有一计，只需等几日，待本座调配好足量炸药，便可陪你登上金銮殿，炸平一切虚伪。还有百姓，本座也有一计，可控制禁卫军，掳走家家户户至亲最虚伪之人，体弱者悬吊于城墙之上，强壮者派去边疆，挑起邻国开战，届时天下变成苦海。天下人道也没那么对不起我。你管他们对不对得起你，只要碍了你的眼，杀之又何妨？更何况他们本就胆大包天，那些骂你的、算计你的、嘲讽你的，那些虚伪又可恶的嘴脸，你就真不想叫他们永远闭嘴，亦或臣服于你，任你侮辱？只要你想，本座就能帮你。现在告诉本座你的答案，不要怕，告诉本座你内心最真实的想法，本座永远与你同在。王爷想从良太不容易了，绝不能让王爷跟这位恶毒的小郡主同流合污啊！你有病吗？对。
很棒，或许我们可以制造一场瘟疫，毁灭世界于无形。小郡主，王爷应该是真的问您有没有病。本座没生病。本王的意思是，收起你那些丧尽天良的念头。本王不屑与你为伍。你被人欺辱却懦弱至此，连反抗都不敢。你这种正道败类，简直是我反派之耻。王爷本打算反击的，可小郡主这一顿操作下来，显得王爷那些报复手段简直跟闹着完事儿的，太上不得台面了。本座再问你一遍，这2计成事不成？本座的耐心有限，你最好想清楚再回答。本王觉得世界还很美好，这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。小郡主息怒啊！息怒，本座不生气，亲生的在气本座这也是亲生的。对温软还有心软之意，这不该是我。小郡主怎么来了？听说白溪清和孝景全家遭老罪了，本座为小晴出谋划策来了。本座的王府，本座想回就回，你敢质疑？是属下失言。本座勘察多日，深觉我们麾下人马太少，是利己待扩张。你尽快去招兵买马。这是面试问题，您将他们的答案整理出来，小郡主会看，会听，然后定下人选。若遇劫匪劫道求财，该当如何？当反杀劫匪，或扭送官府？错，应该打服劫匪，占他老窝，抢他财产，然后奴役他继续抢劫，为我们创收。若遇同僚欺辱陷害，该当如何？应当降服同僚，抢他财产，然后奴役他为我办差。有错，都是自己人，谁不知道谁？不赶紧反杀？难道等他抓你把柄，威胁你、奴役你吗？背后捅刀子的都是自己人啊！你这样的资质，得亏是原始股，不好退货。追雪，你回头给他培训培训，你去招聘一位一毒双绝、独步天下的大夫。我吗？陈安君主教来的。是，咱们府里客源有限，昨夜不少兄弟2人1间房，不知以后如何是好？当然是送回去，叫本官养着他们吗？你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？梳子胆大包天，不要怕，有本座在，没人敢赶你们走。多谢小郡主。大门颜色太深，去定些红色大门，像秦王府的要血的颜色。你究竟要干什么？这是本官府邸，岂容你更换门？什么你的府邸？明明是本座的。你说什么？你父子拜入本座门下，要上交财产，只要是王府，都是本座的。等等，还有话交代，你跑什么？小郡主喜欢开玩笑，你们懂的吧？你跑什么？本座不会吃你。老爷，可算找着你们了。参见吴王。万云来的正好，订了装饰府里的东西，你接应看看放哪儿。这怎么好意思，破费了。应该的。你叫他什么？欢云啊，怎么了？别吃醋，本座也叫你。哎，你叫王什么？你爹叫啥来着？我爹叫太傅明悔王怀仁。哦，怀仁啊，满意了吧？你说什么？今日早朝太多人岑宁和侯爷了，皇上连太子殿下的求情都不顾，竟母亲，别叫我母亲，我没你这种晦气儿媳，
竟可得我永安侯府至此，叫我井根官职全卸，叫我晚年被夺高命啊！我早就说这个贱人是扫把星了，杀千刀的贱人，害得我们侯府沦为满京的笑柄。我大哥十全十是，林哥哥也与我退亲了，你满意了吧？凌霄早就不满你嚣张跋扈，退亲不过顺势而为，与我何干？即便没有我，你这种德性也进不了林家大门。还不都是你勾引林哥哥？我本与他青梅竹马，可自遇上你，他便变了个人一样，对我不假辞色，反而对你百般体贴。水性杨花的贱人，你勾引了我哥哥和秦王还不够吗？我与凌霄是清清白白的知己，与秦王间更只是他一厢情愿纠缠我。我白皙青傲骨铮铮，行得正，坐得端，绝不屑做那等蝇营狗苟之事。哼，大嫂啊，连皇上都叫你学女勋了，你莫不是想说皇上冤枉了你？哼，庆隆帝必定是被人进了谗言，才误会了我。否则以我过往的种种傲骨事迹，他怎会连查都不查就定了我的罪？面不改色的接受外男送的东西，大嫂可当真是好教养呢。我说你从前怎会那般珠光宝气，连头面都一天换一样？本以为是贵妃赏赐，原来是外男送的呀！你无耻！二夫人，莫不是见我们？夫人示弱就落井下石，此事是秦王故意放出，逼迫我们夫人嫁给他的。你确定要得罪我们夫人？秦九州还喜欢白皙青，方才我也是气不择言，大嫂莫怪。等哄好秦九州，洗白我的名声，我一定要这群贱人好看。大哥，我被退亲了，我怎么办？对方竟敢与你退亲，你别哭，我稍后便去找他算账。别，不怪对方，是大嫂在外面丢人，与外男牵扯不清，对方家族便以为我也是这种水性杨花的女子，叫人与我退亲领取。是秦九州非要给我的，我别人给你就真敢要，不花我侯府一分一厘，却能坦然接受，对你有非分之想的男人施舍。施舍？你怎么能这样想我？清算一下夫人拿了对方多少东西，首饰与古董直接还，银钱、铺面等物等价交还，一分一厘都不能少。不行，那都是对方硬塞给我的，你可见他有脸要回去？偌大的权贵府邸，难道还缺这点东西？还回去反倒显得我们小家子气。你知道现在外头都怎么说我吗？一个外强中干，连妻子都养不起，衣食住行都要靠外人施舍的软饭怀主。你看看这里，绿不绿？奴婢这就去清算。母亲的高命我会为您拿回来。萧萧的婚事，对方家族落井下石，我永安侯府再不相交，过后我会为你另择良婿。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我本该花团锦簇，重新捧月的。庄子上那个贱人明明已经日夜不停的受折磨了，我的运势为何还会急转直下？秦九州身边好像有能刺激神志清醒的东西。系统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你知道我这段时间被害的有多惨吗7号宠妃宿主在扒手服床时和国师颠乱倒风，被尾随的大将军捉奸在床，我去处理了。那结果呢？周护大将军在国师的见证下夜法三章，进行轮番倒，国师入住皇宫。那我该怎么办？到底是什么刺激了秦九州神志清醒？我要怎么控制他？原因未知，但4年前秦九州救你时血落玉佩，玉佩还在你手上。7号要去勾引圣宫了，你有失流言。只要我不允许，
秦九州这条舔狗就不能挣脱我的掌控。人生无望啊！成就感满满。我瞧这里头其乐融融，小郡主竟愿意听太傅教导。小郡主每日都在认真督促太傅学习。小郡主竟如此乖巧好学，真是个乖孩子。小郡主已经认识3个字了，我的天，奴才3岁时都不识数呢，真是天纵之才呀！太了不起了，太了不起了！哼，小意思了。管家爷爷来时有事吗？皇上想您了，教您明日进宫觐见呐。他人呢？又在王家发电。怀仁方才给本座献上一字，本座很喜欢。怀什么？你这样叫，他没喷你？喷？你以为都跟你似的大逆不道吗？怀仁对本座十分敬重，是本座座下第2大弟子，我王府肱骨之臣。大家都去上朝，你怎么没去？本王不想去。哼，胡闹！谁给你的胆子？以后本座每日盯着你上朝。早朝结交人脉，你不想炸金銮殿，难道连一统？隔墙有耳，一想出师未捷，中道崩殂。唉，炸金銮殿不要再提，有伤天和。补上玉盒就行。玉盒是谁？哼，我是。这是怀仁献给本座的字。你可知此字何意？本座自然知晓。待本座回府后，考笑一下他。仙家玉德，全是春和，贤良品德，如春日滋养万物。嘿嘿，好听，我配。像，太像了。长姐便是如此模样，你是长姐回来了吗？长姐，你终于肯来看我了，我好苦啊！长姐，素素想你想得好苦啊！素素，乖，我在。擦擦眼泪，我还没死呢。呸！胡说什么？你是没死，可也差不远了。太子母子恶毒狠辣，必要斩草除根才罢休的。尤其你还有了后，软软如此得皇上喜欢，他们岂能罢休？可恨本宫竟帮衬不到你们。什么？至今连管辖6宫之权都难以收回。管辖6宫之权在谁手上？在封贵妃手上。那个狐媚东西就会迷惑皇上，害得本宫堂堂正宫皇后有名无实，还要受她辖制，岂有此理！糟了，软软不弃。从年前是本宫不作为，但如今有你，本宫便不会再任他做大，偏要为你拼个前程出来。皇上下朝了，瞧您唇边有些干燥，快喝杯茶润润。怎会如此？本宫姜昆一拱手的铁桶一般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，怎会有毒药混入？素素啊，这把也不是非拼不可，出发点是好的，但先别出发了，等以后本座收编了幼儿园再给你管理。不，练练手吧。唉，这皇后不能要，会坑死队友的。坐没坐相，你的仪态规矩都学哪儿去了？有娘生没娘养，素来如此。我可怜的长姐，
软软最近在同王太傅读书，感觉如何？怀人十分勤勉，省了我不少心。皇祖父教臣有方啊。怀人，大皇帝总不能也是吃醋了吧？那以后叫他庆龙。王太夫人还是那般和善，对温软总能如此平易。九州这孩子苦，臣妾又何尝不是？堂堂正宫皇后无权无势，连累的九州也被人耻笑，是臣妾这个姨母无能啊！你就差齐庆龙帝脸上说想要管辖6宫之权了。软软怎么了？是糕点不好吃吗？房主，再叫膳房重做，做到小郡主满意为止。白送上门的皇后，本座为什么不要？抢来再说。太子爱吃屎，也不知他亲娘有没有这个毛病。你也不想叫人知道自己的贵妃爱好特殊吧？管辖6宫之权，还是留给真正的6宫之主更为妥当。本座会与素素一起管，您放心就是。准了。王府传旨永安宫，本座谁叫你这么称呼的？本座生来便会，这是权力的象征，实力的体现。天下再没人比本座更配如此自称。哈哈哈哈！谁说女子不如男？你若有本事，秦九州的王爵也承得。等我要的时候，会同您说的。皇祖父可别舍不得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舍得？你要什么朕都舍得。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，看着真是面善。妹妹多大了？可曾读过什么书？吃的什么药？没大没小，这是你姨母的孙女，是大皇兄的女儿啊。软软是吗？无妨，只要你有这份孝心就好。你对秦九州如何想法？是大皇兄，也是我在宫中唯一血脉相连的亲兄弟。哪怕他对你十分不耐，还屡屡打压，大皇兄生性如此，我理解他。哼，他对白希清那舔狗样儿，你没见过，你就当真甘心屈居人下？凭什么是你渴求他的垂爱呢？不要急着拒绝本座，想想，若能将秦九州囚禁，由他来渴求你的垂怜，那该是何等快意！同为嫡子，你不过晚出生几年，凭什么就被他压一头？他秦九州能与太子同朝相争，你却只能蜗居上书房，做个局外人，你就当真甘心吗？只要与本座合作，你便能拳打使太子，脚踩秦九州，登上什么？我刚才就想提醒你了。针对我，还要越过我。没想到你的志向竟如此远大。哼！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胸无大志吗？简直枉费本座培养你的一番心血。快放下软软，孩子还小，怎能如此粗鲁对待？简直不像话！你知道你口中的小孩在惦记你屁股底下的龙姨吗？是启祥宫的云婕玉，因着前日皇后娘娘抢了她一盘云片糕，便买通了殿中的配环，痛下杀手。什么？我真是服了，这么草率就谋杀正宫皇后，这个云婕玉什么来头？竟然比我还小肚鸡肠，比我还像反派，可恶！软软说的对，太可恶了，母后无辜受害，请父皇重惩云婕玉。云婕玉配环谋害皇后，私死，因为一盘糕点就谋杀皇后，倒不如说背后有人。我得继续审查，无论谁想害皇后，都不
会放过。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坤一宫一定要防范的万无一失。虽然这年轻孩子没想出钓鱼执法，但能想到防范也难得了。你有什么主意？我有3策：下策为封宫，较有心者无机可乘；中策为调来禁卫军严守坤一宫，里外务必严查。上策呢？上策为遣散坤一宫所有奴仆，较谋害母后之人，无人可用，无机可乘。好主意，我儿聪慧。好家伙，下策封宫，中策变禁地，上策更是炸裂，直接无差别创死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。好主意，那你和素素吃什么穿什么？当然是自给自足，除了自己又能信谁呢？我被这母子俩做局套住了，空城张王炸脸，打的全是对3，失策了，我竟然被秦贤这小子迷惑了。就算遭受再大打击，我也不能不吃饭。好孩子，慢点吃。你若不会养，便将软软留宫里，朕亲自养。日后有机会吧。我肩上担子不轻，哪有闲暇接管皇宫？皇上还等着本座授课呢，我改日再来同你叙旧啊，庆龙。他刚才叫朕什么？宛如长姐在世。定是秦九州叫的。王府，给朕再扣秦王10年俸禄。庆龙真是客气，本座每次回皇宫都送这么多礼物。还有素素，脑子虽然不好，但人很实在啊。我小时候还是太保守了。素素，你们当初怎么想的？竟然同意叫她入宫？唉，没劝住。青龙厚道啊，素素。算了，本座收都收了，还能怎么着？妹妹等等，我已经禀明父皇母后，去秦王府小住几日，与妹妹亲近亲近。这几日我都陪妹妹玩。谁跟你哥哥妹妹？软软若叫皇叔，总觉得叫老了我，还是叫哥哥好些。太子那群儿女叫皇叔，叫得我犯恶心，总觉得像在骂我一样。那你该教他们改口，自己藏着在心里膈应，那也太多威名了。你不懂，那位继承者全是训天，我一个是单力薄的晚辈，怎会被他们放在眼里？胡说！你是嫡皇子，知道你的身份有多尊贵吗？太子区区庶出，你便是发卖了他都是使得的，他还敢与你叫板，倒反天罡。可太子党羽众多，怕什么？只要你动作够快，事后他们还敢犯上不成？你可是嫡皇子。秦九州，西青，你还好吗？哼，你心里应当清楚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心思。你就是盘算着等我被永安侯府厌弃，再强娶我进门吗？我在皇府如何水深火热，你不知道？我从未如此想过。你最好不要笑想，我与萧景夫妻恩爱，必定白头，即便死也不会委身于你。你喜欢我是你的事，可为什么要我负责？秦九州，算我求你，不要再喜欢我了，行吗？不对劲。刚才秦九州第一眼看到白皙青，没有半点深爱的痕迹，怎么被白皙青一击，就变得要死要活，一脸舔狗样？小秦，你下来，本座跟你说点事。感觉怎么样？你有没有很振奋？很想臣服于本座脚下，为本座开疆拓土，俯首称臣，为本座完成霸业，一统天下。有。好，快告诉本座，除了京城暗卫、府兵、死士，你哪里还藏了人马？令牌在哪里？追风告诉了你不少东西啊。妹妹等等我！今天不打的这完蛋玩意儿，哭爹喊娘，我跟隔壁老王姓。秦九州，我有急事，回头再聊。先前的事你放心，我会为你拿回高命。秦九州这个舔狗，他怎么敢对我拿枪拿掉，还无视我？我没点头，他怎么敢走？夫人，太子殿下还等着您呢。许久没见寿康了，你去知会一声，我与太子哥哥议完事儿就去看他。
是。振雪，快帮本座跑！妹妹，我呢？他又不会打你。大皇兄还打你，回去得告诉父皇母后。大皇兄，冷让还是个孩子，不能再打他了。他才3岁，就算做错了事，我们也该以信诫为主，而非责打。啊，看他都被你吓成什么样了。我到底是做了什么孽？我的名声很不值钱吗？哎呀，小郡主，多日不见，管家爷爷可好啊？本座对你甚是想念。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算来奴才与小郡主已3年未见了。奴才一切安好，就是十分想念小郡主。本座也是，只是不巧，本座今儿惹了小秦不满，只怕没法与管家爷爷叙旧了。王爷脾气暴躁，想来又委屈小郡主了。您别怕，老奴护着您。我就知道找管家爷爷没错，能把我从鸡毛掸子下救出来的，只有管家爷爷。微软，你跑了？怎么不跑了？王爷，小郡主年幼无知，便是哪里做的不对，您也不该如此吓她。哪怕他抽了本王一耳光。咦，我没听错吧？小小姐你抽了谁一耳光？只是意外，本座本想救救小秦，帮他找回真正的自己。是吗？都没长眼色，等本王自己去拿鸡毛掸子，当真是越发玫瑰。哼，幸好我早有准备。还没动弹，就碎成2半！这等破玩意儿也敢拿给我？放肆！真给了你，你又不乐意的，镇住他，再不给他紧紧皮，以后还不骑我头上拉屎？大皇兄，妹妹，永安侯府的人在外头，说是还债。管家爷爷，快去盘账！他被打得路都走不成了，还惦记着给哥哥数钱，他怎么那么傻？在恶霸成堆的秦王府，还不被欺负死？这些箱子里是秦王送给我们夫人的东西，一些用掉或不好还的，都已折合成现银，共计130万8723两5钱。几阵都抬进本座库房去，记得多上几把锁。先前说要招人的事，管家爷爷办得如何了？倒招了10几人，不过还在考察。奴才便没立刻禀报小郡主。怎么才这点人？这样的进度，我的霸业何时才能完成？难道我要熬死太子上位吗？我不允许，太子必须死在我手上，就算是阎王也甭想跟我抢。你去告诉兄弟们，他们身边若有一技之长的亲朋好友，都可以介绍来我们秦王府麾下。每发展一个下线，便能多得1两银子，拉的人越多，本座给的奖金就越多。若拉来的新人能力突出，一次性奖励1000两。干啥不行，但身份格外高算一技之长吗？有靠山吗？有，都是宗室重臣子弟，在京城能横着走。你能拉来多少？多的不说，7、8个还是行的。成交！你一手交人，本座一手交钱。等宗室重臣子弟到了我的地盘，还由得了他们逃？我绑也要将他们绑上我反派军团的船。一夜本座便留在王府睡了。这就叫人再打扫一遍明珠院。再给小秦县准备一下住处。追雪，你去隔壁约束好大家。再告诉怀仁医生，本座今日暂不授课，叫他温习一下功课。本座明日考考他。妹妹身上疼不疼？站着难不难受？
要不要我背你？本座肩上担负太多，负重前行已久，哪是你能背得动的？风雨中，这点疼又算什么？你中午不是吃饱了吗？你今天活了，明天就不打算活吗？小琴，你也想叫本座授课，那你可要拜本座。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；人而不仁，如乐何。仁者乐山之者动，仁者敬之者乐，仁者寿。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。杀！子曰：爱人，意为善待他人，爱护他人。停一下干嘛？在本王回来前，谁能解开，赏黄金100两。童妹妹已经有100多万两了，何必再胡区区100两？嘿，给我！不给！蚊子再小也是肉，放肆！还不放开本座的100两黄金！30个顶尖高手，萧景这回倒真下血本了。或许还有太子的掺和。能叫王爷以身相救的，无外乎就那么几个人。谁能拒绝一个邪魅狂眷，注定一统天下的活爹呢？这副皮不错，填上草道的观赏1、2。是。找出内应后，将他藏进地牢里的酷刑再死。尽快收拾好，本王不想闻到一丝血腥味。放肆！黄金100两照给。首领，内因查到了，该如何处置？叫他常进暗牢酷刑再死。宽则得众。一味品行宽厚，就会得到众人的拥护。秦温软，你悟了吗？秦九州，你要造反吗？吾乃教主，何须悟这些？与人为善，便是与自己为善。你若难以控制恶念，便以子曾经约过之言，吾日3省。吾没错，吾不改，吾真棒。追雨，来，打扫完了。哼，迟早叫你对本座俯首称臣，追吾火葬场。等着吧，小妖精，敢引起本座注意力，本座今夜非叫你跪下唱真符。6殿下，管家以为您备好院了。不睡了，本殿下今夜要彻夜练功，连个奶娃都抢不过，要他一身力气何用？小郡主，快醒醒，该上早朝啦！要上什么早朝？本座还没登基呢。小郡主真敢梦啊！您不是嫌王爷不争气，要盯着他上早朝吗？快给本座穿衣服！走，去前院。看，这就是我为你打下的疆域。毁灭世界，这有何难？住手！愣什么呢？几点了还不起床？上朝都要迟到了，到时候叫同僚们都等你一个人吗？你不是在养伤吗？
怎么看着没瘸？还好吗？小郡主送来的银票有奇效，属下立刻就病愈了。小郡主叫王爷上朝的方向是对的，但方式还需再略微改进一下。你说，王爷吃软不吃硬，您一味逼他是没用的，需要用爱感化。否则人在朝堂，心在永安侯府，又有何用？你的建议很中肯，本座明白了。哼，小殿下明察秋毫。你怎么跟秦九州似的傻愣？本座的话不管用了。小郡主风姿无双，属下竟看呆了去。您说，属下仔细听。小郡主，一毒双绝的大夫找到了。奴婢回府途中马车惊了马，幸而一位路过的老者施针稳住马儿，救了奴婢一命。交谈得知，他是被太医院排挤出来的。奴婢想这等人才可吸纳入府，能及时施针，反应力和执行力都不错，施针有效，医术过关。能制住金马，力气也不小。如此，他平日还能兼做杂活，省一笔开支啊。那老者，才50岁，50岁正是奋斗的好年纪呀！我追风大人可不能残害种粮，欺压老人，这才是我们反派作风啊！说来，好端端的怎会金马？是哪匹马？是小郡主的马车。爷爷，我来了。你随青玉一起去，再走一遍那条路，仔细查。等王爷回来，该让他支棱起来了。什么？马车里的不是微软那个野种？你眼瞎了吗？连这都能搞错？奴才打听过，那的确是陈安郡主的马车，今早瞧见出了秦王府，奴才便忙去准备刺激马的药了，竟疏忽了里头的人。哼，下贱皮子就是下贱皮子，竟能叫丫鬟玷污那等价值千金的马车。哼，果然是个不识货的野种，这辈子都只配吃糠咽菜。西庆姑母，快进来给我想想办法，温软那个野种躲过去了。我先前怎么与你说的？持有傲骨，绝不害人。且他那种不堪的出身，任凭皇上再宠他，也越不过你去。罢了，我不愿便罢。金马只是幌子，我要送的人早已进了秦王府。真是荒唐，还被虐出感情了不成？温软那种祸害，就该焊死在秦王府。秦王府不干净，也不知昨夜小郡主睡得好不好。吴王鸿运滔天，区区小鬼，呵，一连好几夜，那女鬼都没再哭嚎，必定是被吴王的英姿所折。哎呀，都有病，秦王府上下就没一个正常的。连秦九州那个狗东西都会主动上朝了，李牧主上书也不远了。老爷，你嘀咕什么呢？再过3日就是你的寿辰了。我已备好寿宴所需，你来看看还有没有需要添补的。怎么宴请名单？还东一块西一块的。妾身还没想好，要不要请部分人？排挤我的人，定要你好看。你去隔壁秦王府瞧瞧，陈安郡主可还好？秦九州连上朝都肯去，还有什么做不出？温软才3岁，万一惹着他……小秦啊，本座知道你生气，但你先别生。你这样心胸宽广的人，怎么会计较区区金马的失误呢？温软今天说人话了。温软还不如发电呢。王爷，属下知道您想保护小郡主的心，但此事发生在闹市，不有很大可能查不到幕后之人。我们须得防患于未然才是。能把手伸到温软身上的，也就那几个人了。昨夜来了刺客，今日温软金马，是谁还用说吗？王爷说的对，可那几人，您舍得动吗？大可都是白皙卿护着的人。没关系，
本座也没怎么伤着，不好叫小秦难做的。可万一他们再下手怎么办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本座就站在这里，看谁敢与本座为敌。和昨夜的教训有效果，王坏人果然是个吃闲饭。王爷，您当真不为小郡主报仇了吗？追风，不许逼小秦。仇当然要报。温软这玩意儿再电再坏，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动的。谁敢动它，便该剁了谁的手。阿皮萱草。小秦，你不必勉强。无论你选择什么答案，本座都爱你。爱我的人早已南昌而亡。一个3岁小玩意儿，什么都不懂，也敢说爱，可笑。秦九州，放肆！本座如此，真心示好，你敢走神？你放肆！你们都放肆！秦温软，你适可而止，此事本王也自有主张，不必你插手。叫追月回来一趟，将直里和云州的庄子铺面都过到小郡主名下。前院甲号库房的钥匙也给他，暗卫给他拨200人。拿去玩，别来烦本王。王爷等等，让属下再爱你一次，属下爱你啊！小郡主，这是王爷给您的，说叫您拿着玩儿。小郡主，叔叔，开班也行，我跪着听，名字就叫一句话让疯癫秦王送我100万。以后小晴就是我最爱的崽，没有之一。吃屎怎么了？我父王能吃1坨，你父王敢吗？怂货！区区1坨也敢说出来现眼？我父王能吃2斤，我父亲能吃3斤、4斤、5斤。等我回去非教训这信口开河的丫头不可。怎么跟秦王府的门一模一样？跟情侣门？是的。追风说了，害青玉金马的就是狗日的太子。见到我父王母妃不知道行礼吗？野丫头就是没规矩。你父王爱吃屎，拜他就跟拜屎一样，本座贤惠气。不能叫这个野种看笑话，无论如何他都要赢。吃屎怎么了？我父王能吃1坨，你父王敢吗？怂货！区区1坨也敢说出来现眼？我父王能吃2斤，我父亲能吃3斤、4斤、5斤。等我回去非教训这信口开河的丫头不可。来的正好，小琪，你吃给他看，本座要教他心服口服。笑话，区区20斤，父王您吃30斤。啊！哼！再多说1个字，以后别想本王给你1分钱。闭嘴！老臣给太子妃请安，方才被杂事缠身，有失远迎，请殿下恕罪。本王回府了。妹妹，我找到王琦了。吴王传唤属下，有何吩咐？不急，本座有了新的想法，发卖太子的机会来了。你干不干这一票？啊？怎么发？先给太子的茶里先点烈酒。本座若没料错，上回吃屎后，他短时间内不会再碰酒。哼，以为如此就能难倒本座了吗？好主意。然后呢？然后支开太子妃和那2个小东西，等太子离开王府，本座自有办法。即便主角团倾尽全力的反抗，也不过是我精心编排的剧本中最微不足道的一环。大白天的闭什么眼，站着做梦呢？王怀仁，你最好有急事。沈太傅想见见你，给你请安行了吧？你能否在他面前表现出乖巧懂事、尊师重道的样子？想叫本座配合你啊？别嘛，你怕什么？本座还能吃了，你不成？你想要什么？与本座谈条件的是你，不是本座想要什么，而是你能给本座什么。
本座承认你为高权重，更是大周不可或缺的栋梁之才。可倘若日后我说你是我老师呢？怀仁，你也不想在教育界身败名裂吧？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怀仁深谙此理。沈太傅或许会考你功课，你要不要我临时给你补补？叫你近半个月只认识了3个字，这很拿得出手吗？父亲放肆！不以成败论英雄，重要的不是结果，而是过程。你知道吴王有多努力吗？妹妹，连饭都吃不饱呢。不必多言，为霸业，为你们而战，即便苏心叶眉，也是本座应该做的。苏心叶眉这种成语，温软运用的十分熟练，不太像半月认识3个字的水平。难道他真的在偷偷努力？老臣见过陈安郡主，免礼。郡主回京这许多时日，老臣因公务繁忙，竟未能拜会，实在失礼。国事为重，百姓次之，个人最轻。若大周官员皆如太傅这般鞠躬尽瘁，可保万年太平啊！呵呵，好笋，真是好笋！傣竹竟真能出好笋呐！郡主大善。温软，这孩子还是能处的。我不过回乡几日，怎么瞧来王兄？容光焕发，竟年轻不少啊！是吗？郡主如此大才，若只有王兄一人教导，是否会力有不逮？我倒可为王兄分忧。成交。王兄放心，日后你依然是郡主的大师傅，我来王府一同与你授课即可。如郡主这般天资之女，何该高坐雅士，自有大儒为你奔赴而来？岂能劳累郡主赶赴风雪求学？烈酒已经准备好了，但皇长孙心眼多得很，还守着太子寸步不离，时间长了必会发现不对。你武功怎么样？打得过他吗？3七开。差这么大？他是3分内力，我明天就过头七。叫王琦去给太子查理献酒了。妹妹，你看我还能做些什么？他是谁？是太子战士，叫林问舟。性格冲动，脑子也简单。陈安郡主，不知郡主有何私教？与你谈一桩交易。是何交易？哼，听闻你郁郁不得志，本座为你指点迷津来了。郡主不妨直言。只要与本座合作，便能教你族谱单开。只需你做一桩小事，若成事，你可名垂族谱；不成，与你也没什么要紧。做什么？郡主可快些说。稍后寿宴结束，离开王府后，将皇长孙那堆人和太子身边的侍卫引开，再将太子的马车赶去暗箱，能做到吗？那成交，我能走了吗？去吧。若坏了本座的事，你不会想知道后果的。行了，记你一功。温软早上都为我迎客了，却不来吃席祝寿，还是被秦九州那个狗东西拴住不让来。哼，低声耳语。对，喝得真棒。再来一杯。
位支开，还有暗位呢。本座自有妙计，定位暗位的位置，你能做到吧？小东西终于落在本座手上了，哈哈哈哈哈！本座给你机会求救，叫吧。这回就算你叫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来救你了。是在笑吗？怎么会有人笑得这么奇怪？这是在笑吧？秦九州到底生了个什么东西？妹妹，你没事吧？工作的时候称职务。妹妹。称本座为王。王。秦仙怎么会叫她妹妹？难道温软是青龙帝的亲生女儿？在这边，小郡主。住口！你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来干什么吗？奴婢真不知道。当然是发卖太子，为你报仇。太子，不必谢本座，你是本座的人，太子敢害你金马，便要做好承担本座震怒的准备。发卖什么？谁害谁金马？他到底在说什么？追雪，把他弄下车。青玉，去敲门，告诉老包有上等货色送来了。老包，妹妹，不，王，你要把太子卖去青楼，是可杀不可辱，要不还是杀了他吧。怎么能奖励他？感动本座的人，本座上穷碧落下黄泉，定要叫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这辈子都浸泡在悔恨的苦海之中。金马，我何时害过丫鬟？这温软是不是没脑子？将其送往那等污浊之地，实在非君子所为。我们是君子吗？啊，我们是小人，阴险毒辣、龌龊卑劣、肮脏下流才是我们的行事宗旨，直接杀了他。那我们跟那群善良纯洁的好人有什么区别？躲起来偷看，嘲笑他堕落。你这货看着不新鲜，1000两太多，最多500两。2000两。哼，这一连酒囊饭袋眼儿，老娘打眼一看就知道是个银枪蜡像头，虚的可以600两，不能再多了。3000两。不行，就他这一脸虚样儿，也就一张脸能揽客了。给你700两，你出去打听打听，谁家能给你这么高价？4000两。你还来劲儿了是吧？老娘给你脸了，他这花样配4000两，我呸！5000两。成交。本事都跟上。他叽里咕噜说什么呢？好像是说走着瞧，他在骂你。现在就骂本座了？那一会儿文武百官、纨绔子弟都在青楼里看到挂牌的。他还不得咒本座下18层地狱？没被主角骂过的反派还能叫反派吗？这才是咖位的体现。愤怒、恐惧，这种绝望的芬芳将会是本座成功路上最好的养料。嘿，这一票干得不错，大伙儿都辛苦了。妹妹，我也想500两。哼，没用的东西，你也就起到一个对形上的作用，还敢羡慕人家的血汗钱？你回去就给本座苦练内功去。哦。妹妹，你从哪里得来的软筋散？
这可是本座麾下首席医师制成的香囊，待会儿回去本座要验收成果，你也来瞧瞧，好好学学人家。你应该没机会回去了吧？等太子被救出来，你也该被传进宫了。哼，本座会怕他。本殿下是嫡皇子，发卖他区区庶出，谁敢与本殿下叫板？去禀报王爷一声吧，好歹有个准备。也好，叫小琴去清风馆落井下石，狠狠嘲笑太子一把。行了，说正事，怀仁和小沈呢？本座还有话没交代完。沈太傅已经回府，王太傅在前院书房。好美，怎么能有人长得这么权威，长得一脸真理模样？郡主要来喝杯茶吗？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王府竟也无人作陪。本座看怀仁是愈发懈怠了，回头就收拾他。无妨。下面人不懂事，你别介意，在这尽管当自己家。若觉得无聊，本座可以陪你。多谢郡主。这花园本座还没来得及改呢，花儿开的是好看，但太过美丽鲜艳，不吉利，也不符合本座的阴暗作风。哪日叫人去找找黑灰色的花，种它个满园开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大哥，你出门啦！大哥。在下王晏，见过陈安郡主。君生我为生，我生君敬已老。郡主多虑，微臣最喜多才多智之人。便是你我同龄，也定无红豆之私。大哥，你放肆！吴王才思敏捷，是你拍马都赶不上的，你怎敢嫌弃吴王？的确，他倒是比你多点脑子。小郡主，皇上宣您进宫呢，来人很急，您快去吧。所以你们卖了太子？如此大事，为何不来禀报本王？您说天没捅破，不需要管小郡主做什么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杀了太子？小郡主说不能奖励他。他说你就听，他是个脑残啊，脑血栓10年的白痴，你听他胡扯。你知不知道卖的是谁？是太子啊！王爷实力巅峰时期都没搞到手的强劲政敌，你们抓到了，不杀人不灭口，反而卖去青楼。你骂谁白痴呢？扣1月月令。准备进宫，告诉秦温软，若想活着一统天下，就别认下发卖太子的事。小郡主知道，滚！妹妹，王公子身体虚弱，不能打。放肆！给本座撒手！大哥还不给吴王赔礼道歉！敢问外头可出了何事？方才宣平侯世子与几位世家公子去清风馆，正遇见被挂牌的太子殿下，场面极其不敢。有人没长眼色，将此事闹了开来。太子被带进宫，外头在传太子好南风。这么快，小东西运气还挺好。皇上既传召，郡主还是快些去吧。小妖精，好生在家中等着，不要再使别的手段吸引本座的注意力，不会想知道后果的。好。秦王府的女鬼果然名不虚传。出使，陈安郡主卖了太子，此事只怕不能善了。公子要出手吗？不必。今日太子吃定哑巴亏。不要脸的野种，你还敢来！秦王疏此举可以，是要当着皇祖父的面口我父王吗？本王再重申一遍，本王不打幼童，若他们实在罪减过分，便只能训其父母了。我父王被温软卖去青楼，身体至今没有恢复，难道我连为父报仇都不行吗？
请太医、王府扣秦王50年风旅。不许！九皇祖父为我父王做主，朝臣温软。软，太子说你卖了他，可有此事？在被卖去青楼已经够丢人了，还告诉大家是被个3岁小娃卖的。莫说软软有没有这个本事，就算真有，太子无能至此，倒不如尽早退位让贤。姑祖母，温软的确没有这样的本事，可若有所倚仗，便难说了。毕竟我父王再是能力出众，也从不会防着自家兄弟子侄。是啊，本座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我喜欢皇祖父，自然也喜欢皇祖父的儿子，便从未防着东宫。可我不害人，人却要来害我，害死我们。妇女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吗？今日为13刻，你在哪儿？为13刻是什么？笑死！为了诬陷秦王，连脸都不要了。你看他这蠢样，像是能卖了你的样吗？贵妃肚子里怎么出来？你这么个蠢货，小爷要是冯贵妃，先把你塞肚子里叫羊水泡泡，洗洗脑子，再不济直接淹死你，也好过在这儿丢人现眼。温软用软金散迷到了暗卫，身边还有6皇帝、秦王府的追许和丫鬟，东宫暗卫皆可作证。他们将儿臣绑去青楼，卖了5000两。你怎么可能卖得了5000两？累着大伙儿专注此案就谎报身价，眼睛雪亮的人多的是。禀皇上，微臣以为东宫暗卫皆为太子心腹，其言不可信。而那青楼接受太子之人，清风馆是户部于侍郎的产业，于侍郎可称太子心腹，清风馆的人证也不可信。再者，但凡熟悉些朝局的人，只怕都不会将太子殿下卖去自己人手里。属下今日一直陪小郡主在王府为太傅准备生辰礼。他吓着了。父皇，儿臣不会拿自己的清白去污蔑他，请您撤查。够了，他才3岁，他能撒谎吗？你叛车也要有个限度，身为储君，更该有容忍雅量，而非盯着自家兄弟与小娃娃叛车诬陷。今日之辱，我记下了。下贱的野种，你去死吧！怎么样，没事吧？软金散，天杀的秦邪！妹妹被伤得翻白眼了，快，太医！禀皇上，陈安君主中了软金散，正与太子身上的同处一员，微臣这就调配解药。父皇，儿臣当真不知为何温软会中软金散，儿臣的软金散本就是他。你的软金散都是软软下的是吧？且说他有没有那个本事给你下药？就算下了，他得有多蠢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叫自己也中毒？不是我蠢，是猪队友害死人啊！那是什么？是软金散。不，你敢毒害妹妹？她才3岁啊，连骨头都没长好，你怎忍心给她下这种伤身体的毒？你也知道这毒伤身体啊。姑祖母在这儿呢，以后谁敢欺负软软，姑祖母给你出气。寿康强害姐妹，八朝宫规百变，禁足3月。皇后寺教导妈妈研究齐国太子行为不检，诬陷兄长撸去身上所有差事。难道温软真是亲母弟亲生的？大皇兄竟有如此本事，从前竟是本宫小看你了。哼，还要没本事？你现在还在冷宫跟野狗抢吃的呢？怎么翅膀硬了就不记得谁是蝶了？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作恶者终有报应。恶毒狠辣之人注定为天不容，难有善终。温软，你说对吗？对，再多来几句。怎么不说话？这就没词儿了。亏夫子还夸你聪明，你配吗？我的，快叫大夫！公子，陈安郡主被抬回来了。怎会？似乎是被寿康郡主下了软金散。您这回可猜错了。太子虽受罚，但陈安郡主也自损800。太子是如何被绑去青楼的？是被下了软金散。这怎么回事？哼！
自作孽不可活罢了。那太子，圣上为保皇家颜面，定不会将他被绑去青楼的真相传出去。我多写几折戏，好生为太子扬扬名吧。公子宽厚。那制毒的大夫呢？叫他尽快调配好解药送来。王爷，小郡主吩咐莫大夫制毒时，叫他不计后果，越毒越好。这软筋散的确效果拔群，但解药莫大夫自己都配不出来。不就是谈几天吗？小事。追风，不用费心了，他没本事解本座的软筋散。这老小子要给明珠院下毒，正被下头人逮个正着。王爷，属下把他丢去暗牢吧。小人是永安侯府找来的，奉命混进王府，给小郡主下毒。但小人仍存良知，一直没行动，求王爷饶命啊！丢去暗牢，酷刑尝够了就弄死。王爷饶命！等等，这种人才放暗牢去太浪费了。不然等他毒死你，就没有本座敲不来的墙角。太子今日被本座卖去青楼，他种的软筋散是你给的。小莫，你也不想太子知道此事吧？太子被卖，你只能上本座的船了。现在告诉本座，你是想在地牢里酷刑相亲相爱，或者去东宫发光发热，还是留在本座麾下为本座效力呢？很好，鉴于你曾为永安侯府效力的黑历史，本座将有3年的考察期，在此期间阅历全免，奖金看你表现。第一个任务是考核任务，你先去把火药给本座制出来。火药1硝2碳3硫磺，谨记此方即可。没了。你还要怎样？饭都喂你嘴里了，连教都不会吗？你这样蠢笨，叫本座怎么放心？交付你重任，快加班去，限时3个月。要是治不出来，有你好看。5岁了还如此毛躁，魏父平时是怎么教你的？哎呀，郡主吩咐了，快点的。你少跟郡主学些乱七八糟的，成何体统？步步青云，协助本座在霸业江城的路上披荆斩棘，完成夙愿。太傅，生辰快乐！多谢郡主。老爷生辰快乐！多谢诸位。父亲，你刚才要说什么来着？我真是该死，怎能那般揣测他？不用谢，明日记得跟同僚一起聊聊今夜的感动和本座的细心。好。等他宣传出去，更多文武百官自会投奔而来，霸业可期。好美啊！不过些微烟花而已，也就太傅这种没见过世面的才当城堡。我看有些人是嫉妒吧。小郡主为您放过烟花吗？送过礼物吗？不会没有吧？一个不知好歹的小玩意儿，难道我会稀罕？小郡主善良贴心，乖巧可爱，德行人品都远胜过您，何来不知好歹？他德行人品竟然远胜于我，那老者的眼睛被烟花闪瞎了吧？行了，别胡闹，等你生辰，我也给你放烟花。哼，谁稀罕？怪我个人魅力太强，手下竟为我争风吃醋，日后若打起来可如何是好？温软，我将你挫骨扬灰，本宫誓不为人。从前我最想杀的是威胁最大，也见过我最不堪一面的秦九州，但温软硬生凭一己之力荣登东宫案杀榜榜首。殿下息怒，气大伤身。父王，不如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将温软卖去青楼，叫他也尝尝名声尽毁的滋味。那种乡下来的小杂种，
怎配比我更受宠？就该被踩进泥里，永世不得翻身。不行，这样我们跟他有什么区别？这种下作又龌龊的行为，只有温软那种道德败坏的人才会做。那该怎么办？上回金马半点没伤到他。姑母，你总说时机，到底什么时候才到时机？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看着那个贱种逍遥得意吗？青马，难怪。时机到了，以前的温软是个痴呆的傻子，万没有如今这般伶俐。现在这个是个冒牌货。瘟疫的女儿是个傻子，我早就知道，这本就在我算计之内。即便温软曾当众给过孝敬难看，我也认为那是秦九州指使。若温软的身份和身体没作假，那便是另有玄机了。我能穿越亡人册也可以。我有办法叫他当众露出狐狸尾巴。妖异之女，该被嫁祸焚烧。王兄早啊！你怎么知道昨夜陈安郡主为我放了满城烟花？谁知道啊？你有病吗？别聊了，到时辰上朝了。我们在聊陈安郡主为我放了半夜烟花的事呢。这孩子不过一个小小生辰，竟如此破费，拦都拦不住他给我惊喜的心。唉，我本想礼轻情意重，心意到了，他便是写个字送来，我都是高兴的。偏他不乐意，非要拉着人为我制造惊喜，真是……谁问你了？王怀仁怎么配？温软那缺德玩意儿怎么配？失策了，应该随身带着耳塞的。小郡主，族谱单开来了。啊！林温州来了，带进来吧。您昨日可没说是要卖太子去？陈安郡主到底是怎么有脸干出这种缺德事儿的？本座如何计划，不是你能过问的。可你答应过叫我族谱单开。怎么，你家族谱没动静吗？太子怒我没用，罚了我3年俸禄，待会儿回去还得受杖责。族长昨日为王太傅和寿而来，知道我得罪太子后，直接将我除族了。受罚也就罢了，可族谱单开呢？陈安郡主，此事你必须给我个交代。你不是已经单开族谱了吗？我被除族了。你就说单没单吧。你族中如何待你，如何势力，你不知。他们这种趋利避害的小人，做出什么来都不奇怪。等着吧，迟早有一天，你要跪下来叩拜本座救命之恩。傻东西，等全族被他们连累的人头落地，你就知道本座的含金量了。微臣明白了，今日多谢郡主指点迷津，此后郡主但有吩咐，微臣无不从命。你是聪明人，自然看得清楚谁才是这天下明主。你只管好生办事，本座不会亏待你。王爷放心，今后属下为您盯死东宫，必相助您夺得地位，问鼎天下。刚才那谁？东宫的林问舟，说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夺位？唉，这丫头真是不省心。林问舟是怎么回事？他是本座麾下又一员猛将了，以后你们要好好相处，别给本座添乱。小郡主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比王爷您更有斗志和手段，更具备了雄才霸主所需的一切品质。小郡主比王爷强多了，好吗？他又不是没跟王爷一起干过太子，和王爷干了好几年，也就那样，哪比得上小郡主狠毒无耻？小郡主只需略微出手，太子就声名扫地。我要是有温软这么无耻下作没底线，我也能重创太子。王婶两位一品太傅，昌平长公主与安国公，
现在又将林问州父子召入麾下，小郡主做完这一切，只用了区1个月。难道我真的不行？这种权力的竞争向来如此。有这般狂妄自大之人，我怎么可能不如他？小郡主，您交代奴才招人，这段时日已有200人入选，但也不能全都放在王府里，不如送去庄子上。追风，你先根据那些测试提筛选1轮，等通过初选，再将他们送去庄子上培训。追月明日就要回来了，他的剑术独步天下，头脑也灵活，不如让他挑选侍卫和细作的苗子，分好类再统一培训。很好。200人，200个！海东王人人闻风丧胆的秦王府来了，是秦王府的恶名不管用了，还是真觉得我秦九州提不动刀了？大家都不是冲王爷您来的，奴才对外士说小郡主1个人孤单，想找些玩伴。如今外头都知道小郡主有多受宫里宠爱，自乐的赶热闹。本座在皇宫的确有那么点人脉。所以追月大人呢？一个经商天才就这么被安排去带小鱼小虾了。在外头的风向如何啊？百姓们都更相信太子是自愿挂牌青楼，骂他人品烂玩的话。毕竟清风馆是于侍郎的地盘，若有人能活捉太子，又岂会蠢到将人卖去清风馆？要真有这种蠢货，早死1800回了。你眼抽筋了？没事。小郡主脸怎么变青了？奴才这就去请太医。不气不气，小郡主最聪明了。管家去找太医也好，等皇上知道您饱受软禁散折磨，就更会厌恶太子一分。叫管家爷爷亲自去给本座蒸馒头，本座要吃10个。管家不识数，那叫他亲自去安排新人，1个都不许落下。200个，管家数得明白了。现在朝臣们对太子的评价是放浪形骸，品行不端。有时候越离谱的谣言，反而越多人相信。大家都觉得他是被那群公子哥发现挂牌，找不到背锅的才诬陷您的。毕竟哪有人会紧咬一个3岁孩子不放，非说自己被他卖了呢？还多亏了术石先生呢。昨日太子才出事，今儿如意戏楼就上了新戏，将太子从头骂到尾。他这丢人的事传得这么快而广，术石先生功不可没。术石先生是谁？属下未曾见过此人，但他自15年前就出现在京城了。是个被无数文人才子追捧赞颂的神秘大人物，这些年来写了数本书和戏，本本精品，被多个茶馆戏楼奉为座上宾，连圣上都对他赞不绝口。曾想召他入朝，却连人都没找到就被婉拒了。这也是本座求之不得的人才啊！你去将他招来，本座麾下。哎呀，小郡主贪的是身体，不是耳朵吧？没听到我说连皇帝都找不着人在哪儿吗？王爷也这么想过，但连这位先生在哪儿都没查出来。他不愿意归顺本座，那还不简单？给本座除掉他。若不能为本座所用，他便不必存活于世了。我会全力搜寻那人的踪迹，务必全力以赴，不可懈怠。是。王爷，平阳府传信来了。怎么这些字都长得歪歪扭扭的？本座竟然一个也看不真切。写的什么？不知道念给本座听，没点眼色。你不是通读过四书五经？小郡主不认字。本座学富五车，岂会不认识字？只是没学过你们的字而已。再敢质疑本座，把你们都杀喽！半个月了，王怀仁没教你。怀仁比你懂事尽心多了。小郡主已经学会3个字了。王怀仁果然是个没用的东西。不许骂怀仁！姓王的究竟练过什么狐媚妖术，给他迷成这样？快念！那朱姓女子在平阳府败坏瘟疫姑娘的名声，还将小郡主您是个痴傻儿的事传得人尽皆知。若再不加以遏制，恐怕谣言要传来京城了。传了我娘什么谣言？说瘟疫姑娘攀龙附凤，设计王爷，才生下了您。王爷，程岩那边已经在处理谣言，我们在京城也该做些防范了。本王即刻就进宫，将瘟疫的名字记上玉牒，明日便昭告天下，他会是本王此生唯一的正妃。将本王与他曾在平阳府相爱的事传出去，再想办法联络属实先生。重金请他谱写一则本王与瘟疫相遇相知的戏，在各大戏楼轮番唱演。追风！
座。你不想娶白溪清啦？姬清会理解的。反正除了我自己，没人在意我唯一的王妃是谁。算了，也甭说什么惜不惜清了。我娘还不一定想嫁你呢。等此事过了，你去我娘坟前赔礼道歉，再请个道士问问我娘愿不愿意和离，还有玉蝶除名。若如此，你的嫡长女身份就没了。哼，以本座这种龙凤之姿，需要什么嫡长女身份加持吗？我娘落崖身死已经够苦了，不需要再被什么规矩礼教束缚。她做鬼也是自由的。小郡主，您盯着信干什么？唉，有些遗憾。遗憾什么？富贵不回乡，如今一夜行。本座当初那般狼狈的离开平阳府，如今又被谣言困扰，心里实在是苦啊。这还不简单，等明日昭告天下了，叫王爷带您回去瞧瞧。若您能亲自处置那株适合之府，也是他们的福气了。青玉最得本座心，追雪，抱本座去屋顶吧。啊！林大人送来给小郡主的。东宫请了护国寺的无声山师来，说要除掉小郡主这个妖孽。见过追大人。小郡主有吩咐，等你把扑面庄子过到他名下后，便去京郊庄子上为小郡主培训新人。新人？对了，王爷呢？王爷被小郡主赶去上朝了，只回来这半日，竟也见不着人吗？小郡主在哪儿？带我去拜见一下吧。哼，怎么想霸占小主子，不乐意叫姐妹见啊？小郡主脑子不太好，若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，你别与她计较。哼，我连王爷都能忍得下去，还忍不得一个小郡主。叫兄弟们都快收拾行李，等小琴办完事，我们就上路。是小郡主，吓我一跳。就王爷那种死人脸的德行，怎会如此可爱？放肆！竟敢骂本座可爱，你瞎了吗？嘿，追月，别！是属下口误了。小郡主想听什么？属下说给您听。哎呦，乖乖，这也太像王爷了。追月，是属下，属下能摸摸小郡主的脸吗？只能摸一下。好好，只摸一下。真嫩啊！我就知道这张脸果然是天赐神颜。小郡主龙章凤姿，属下看您的第一眼便为您如谪仙般的美丽容颜心折。以后您若有吩咐，只管叫属下来，属下绝无二话。还有本座的200暗卫，可别忘了。这不是你的事儿吗？原来本座早就该有200暗卫啦。追雨，你放肆！属下该去接王爷下朝了，这便告退。追雨，你给本座等着！可恶！本座就知道，能说出将劫匪就地斩杀和扭送官府这种话的人，不会是个坏东西。果然，竟是混进我反派军营的奸细，本座要灭了他！王爷4大心腹里，只有追雨最有道德底线。您别理他，脑子都被圣贤书畜牧了。属下这就去找追风，直接叫他给您换暗卫。要快，本座明日就要启程去平阳府了。您不是还要见王爷吗？都有小郡主了，谁还搭理他啊？小郡主，东宫请来无声闪师，只怕这几日就要行动了。咱们明日可能走不了。哼，本座想走，还由得了他区区太子点头？算了。本座要是先走，万一傻缺太子把手段使在素素和秦贤身上，还不给这对笨蛋母子搞上西天。小郡主，您虽然作恶多端，人品不堪，但真护短啊！奴婢跟着您太有安全感了。在其位谋其政，本座肩上的担子又何曾轻过呢？哈哈哈哈哈！五环3又回来了，区区软金伞，本座当堂吃都没问题。傻缺太子能吗？银枪扎向头的体恤难办了。谁叫你？是清风馆的老暴马太子，被小郡主听去了。给本王忘掉这种话，以后再叫本王听到一句。哼！本座说了又怎样？你杀了本座吗？忘掉这句话，给你黄金100两。青玉，青玉，哥的头好痛！我胡汉3又回来了，区区软金伞，本座当堂吃都没问题。傻缺太子能吗？进宫。
大皇兄来了，快请进。软软怎么了？哼，吞点软金赛，你是心高气傲，不将本座放在眼里，你是生死难料。哼，以为无视本座就能挑起本座的怒火吗？年轻人竟如此天真，不知本座最引以为傲的自制力有多强大。软软不进去吗？哼，太子殿下，您邀请了我们王爷进去，却没邀请我们小郡主呢。软软请进吧。先前是儿臣想差，误会了软软，还带累皇兄受儿臣误解。儿臣思来想去，唯有郑重道歉，才能表达心中的歉疚。兄有地功，方为正道。是，儿臣必谨记父皇教诲。快动手！我要这个野种当众露出妖异之相。宿主是否确认花费1000积分购买妖化异象？确认。购买成功，使用对象温软，请宿主确认距使用对象10米之内。确认。使用中。检测到使用对象灵魂契合度100%，妖化异象无法生效。灵魂契合度100%，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？又不是人工智障，这点事都搞不明白吗？不可能，温软已经被离魂丹送去现代，怎么可能回来？一定是你又短路了。系统还有道具吗？无论是什么，今日我都要叫这个野种露出狐狸尾巴。检测到宿主积分不足，无法开启系统商城。什么？之前你购买离魂丹，又用大额积分为温软挑选其苦身世，现在你只剩59。放肆！本座在跟你说话，你长了几个头，竟胆敢无视本座！方才本宫在想朝事，忽略了软软，不知你要说什么？不是你要向本座赔礼道歉吗？本座虽小肚鸡肠，不会原谅你冤枉本座的事，但可以分出一只耳朵，聆听你绝望的忏悔。原是想酒过3巡后再提此事，不过论辈分，你该称本宫医生叔父，也不该这般无礼。哼，不是人人都如你一般与个3岁小孩勾心斗角，甚至栽赃诬陷的。不是，你老往那边飘什么呢？本宫，你等等。开始吧。先前冤枉你，卖了本宫，是本宫的不是，望软软莫要计较此事。本宫已备好赔礼，稍后叫人送去王府，还有1000两黄金。也罢，看在你还算有诚意的份上，本座便不挑你毛病啦。但你记着，本座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冤枉本座的无耻恶行。阿弥陀佛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郡主当静心为上，善意待人。秦九州，秦九州，你没看到我在吗？夫人找本王有事。叫我什么？夫人。你不记得我是谁了吗？我是白喜庆，你此生最爱之人。你对我这是什么态度？以退为进，欲擒故纵。我告诉你，就算你再如何使手段，我也绝不会喜欢你。好好当你的白莲不行吗？学谁不好？学小郡主，年纪轻轻就走了歪路。你曾抱怨数次，不喜本王纠缠于你，那时却是本王罔顾你的感受，破坏了你与永安侯的夫妻感情。本王定下心来细想，也绝不该如此。所以日后，本王必定恪守礼法，绝不纠缠。你害得我夫妻不和，我甚至连夫家都回不去了，现在却要抽身离开。秦九州，我认识的你不是这种没有担当之人。秦九州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本王从来不是君子，只顾自己安乐，哪管旁人去死。是不是温软影响秦九州的？是不是他？是，
温软身上好像带有一丝我探查不到的气息，能扰乱系统效果。管他哪来的气息，不都是肉体凡胎？一个3岁小孩，我就不信杀不了他。两方世界流速不同，温软15岁，白长15年又能如何？照样是个脑残的东西。咱们京圈的人都到了，亲朋好友在上书房读书，刚刚下学我就都带来了，这会儿正去给父皇请安呢。也该叫他们都认识认识咱们京圈的佛子了。佛子，妹妹，一共7个人，你得给我7000两。等本座验过人，确定没问题了，就给你提成。谢谢妹妹。无声在哪儿？还活着吗？无声是谁？这串佛珠的主人。那不就是本座吗？无声禅师还好，小郡主没对他怎么样。也就是仗着人家脾气好，强行从人家手腕上扒拉下来个佛珠手串，又骂了几句叔子胆敢反抗，顺带豪没了无声身上所有值钱东西而已。他还活着？陈安郡主年仅3岁，却已有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之态，日后定大有可为。祥瑞县使，不知天意如何？好在尚有人力可为。不是，你袈裟呢？舍利子腰带呢？脖间挂着的佛珠呢？法器呢？软软这般风姿，竟连白鹤与蝴蝶都为你倾倒。本座生得太迷人，本座从生下来就不知被人讨厌是什么感觉。今日，大皇兄与软软倒叫本宫开了眼界。有空放狠话，不如回家看看去吧。你家没了。太子殿下，不好了，东宫失火了！皇长孙还在寝殿养伤。敢叫我进东宫，就要做好倾家荡产的准备。妹妹，一共7个人，你数数。东宫的晦气都快冲本座脑门了，现在回府再说。秦羡，你脑子被狗吃了，听个小屁孩的话。少废话，带走。有好事，来了买不了吃亏。我可是看在咱们关系好的份上才便宜你们的。是不是好事我不知道，但能被秦贤这种脑干叫狗啃了的蠢货夸好事的，绝对不能占。东宫的火是你放的，不然呢？敢设天衣无缝妖异局，把本座架在火上烤，本座就先烧熟了他。不是说好在宴席上给本座招祥瑞的吗？竟然拖这么久，本来能直接烧死太子的。哎呀，又错过百亿，你怎么做到的？莫大夫虽蠢笨，火药研制至今无进展，但在小郡主的督促下，他成功制出了能遇火即燃的药粉。只需人3个眨眼间，火势就能拔地而起，迅速焚烧周围一切。小郡主这般人物，走到哪里都是焦点。今日便是她吸引众人注意，再由追雪出门在东宫撒下药粉，最后林问舟在固定时间点火。药粉还有吗？没了，配方里有3生蝉蜕和玉髓灵芝，咱们的存货都已经用光了。东宫17伤23死，陈安郡主造下的孽，又该如何偿还？退下！造孽！你是在质疑本座吗？阿弥陀佛，万物皆有灵，仅因郡主一己之私，便置旁人生死于不顾，恕贫僧无法苟同。东宫上下无一无辜之人，东宫俱为太子走狗，他们的命是命，那被他们杀过的我们的人，就不是命了吗？你总算有些本座当年的风范了。竟然只死了些小喽啰，白费了本座一番筹谋。皇长孙已经被烧伤，郡主还不满意吗？皇长孙，喽啰罢了，还不配做本座的对手。哼，但无妨，今日太子技高一筹，胜本座一回，但还有明日、后日、大后日，一个老帮菜还能活得过本座？哼，胆敢放火烧本座，本座必要整个东宫陪葬。禀王爷，太子在西南的党羽已被属下们尽数斩杀，无一活口。王爷派了精锐去西南，杀光了太子的党羽，相当于断太子一臂。擒贼先擒王，
断他臂膀有什么用？要一击中的断他狗头啊！没用的东西杀光了，然后呢？尸体没卖。笨死你得了！他们的钱呢？金银财宝呢？人脉资源呢？一点没抢。没。你蠢货！太子的不就是您的？左手到右手的事儿，有什么好计较的？你说的有理，东宫，哼，任他再逃也插翅难飞，永远都逃不出本座的手掌心。这是护国寺历经13位住持传下之物，可否请郡主还给贫僧？放肆！小小和尚，谁给你的胆量张嘴要本座的东西？那是贫僧的。是本座的。那贫僧的舍利子和法器，那是本座的。不要再让本座听到一句胆大包天的话。和尚，你不会想知道惹怒本座的后果？给本座把他赶出去。对了，东宫怎么样了？东宫烧毁近半，皇上拨了宫外府地做太子府，太子带家捐迁出宫，这应该是本朝第一个被赶出宫的储君了。那皇长孙呢？活得厉害吗？他本就被王爷打得重伤，又被火烧着了腿，恐怕近半年连床都下不了了。就当为以前的弟兄们报仇了。这是四皇妹，是德妃娘娘的独女，叫齐明月；这是屈尚书的孙女，叫屈沁；这是宣平侯的小儿子，叫楚长歌。本来有7个的，但逃了4个。本座就知道你不中用，幸好我早有防范，还能叫到嘴的鸭子飞了。小郡主，人都到了，您点点。妹妹真厉害！我的7000两呢？你拉来7个人，但跑了4个，这4个是本座的人抢回来的，所以只能给你3000两。本座的人跑遍4家府邸，路费的1000两，追月费尽手段才将他们抢了回来，辛苦费1000两。因为你，本座耽误了不少时间，还浪费了人力物力，精神损失费1000两。不过你为本座做事，本座自不会亏待了你。喏，给你100两奖金。妹妹你真好，乖。小郡主日夜为霸业操劳，实在辛苦。这里有5000多两，您拿去买点吃的补补。追月，你当为本座麾下第1大将。今日属下没带太多钱，委屈小郡主先花着，等明日属下去钱庄多取些，以后赚了钱也都给小郡主，支持您的霸业。好样的！若本座麾下之人都如你一般懂事，何愁大业不成？等本座完成霸业之日，一定给你万人之上的风光。他竟然说得这么笃定，我也该做点什么。这点东西该给他。妹妹补补。秦仙，你个没长脑子的东西！皇后生头猪都比生你强，被卖了还当数钱的货色。小郡主，宣平侯世子来接弟弟回家了。本座还没训完话呢。明日再训也一样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既然世子派人来接了，楚长歌，你们且先回吧。本座与你祖父还曾有一段渊源，说来也算你的长辈了。长辈，以后叫王就好。王，王好漂亮，我好喜欢，大家一定都喜欢王。人之常情。先把他们打包去隔壁，叫王琦给他们培训培训。屈沁才4岁，怎么就送上书房去了？这是屈家3代以来第1个姑娘，全家都当眼珠子宠呢。屈尚书为之计深远，特意求了皇上，先去上书房耳濡目染一番。哼，就是个老狐狸，打着叫自家乖巧孙女得继为太傅相火情的主意，好被他们收为入室弟子。何必舍近求远呢？妻儿拜本座为师，以后与怀仁便是同门师兄妹了，不比什么香火情都强。可积点德吧。对了，先前您被软金伞迷倒，沈太傅不好授课，早间传了话来，说明日午后来王府。小沈啊，叫他今晚来王府吧，本座明日安排一下事宜，后日出发去平阳府，追风追月，去抓些萤火虫。遵命。追雪，把本座的袈裟带上。追雪，你手轻点，弄坏了本座的袈裟，唯你是问。又是白鹤，又是蝴蝶，萤火虫的，小郡主这是要做什么？当然是惊艳怀云和小沈。今日祥瑞现世，怀云和小沈却被困在上书房，无缘得见。本座心疼他们，特意叫他们沾点福气。哦，对了，王府任何人都不能落下，尤其是那个大美人。都通知到了，一天天净整这死处。真好看啊，小宝贝，以前跟这个老光头委屈你了，从今往后，本座会叫你的光芒闪耀全世界。
小郡主不拿法器吗？快藏好，不许叫任何人看到，不然人家还以为本座是用法器迷倒了白鹤和蝴蝶。你们快藏好，给本座放白鹤、蝴蝶和萤火虫。小郡主，难道是我来早了？可恶，都给本座回来！回来！姑娘，姑娘，您醒醒！莹莹，你可想好了再晕。小郡主，二姐，你怎么会晕啊？是不是撞见秦王府的女鬼了？我不是撞鬼，而是撞了小郡主。可明白是一回事，拂去方才那段阴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谁看到黑夜里被萤火虫扑了，满脸的东西能不怕？二姑娘别怕，我们小郡主很通人性的。夜色已深，不如回去早些安寝吧。莹莹受了惊吓，就在这里睡吧。虽然莹莹骂我是鬼，但看在这是我麾下将士的份上，我不计较。不了，秦王府挺好，多谢小郡主留臣女小住。吴王威武，吴王的风姿简直迷倒万千男女老少，众生都拜服于您脚下。小郡主没事吧？不知您叫老臣来可有何事？我现在没心情拉拢人脉，更何况小沈已经是我的人了，不用再装。是了，等本座有吩咐时再叫人传唤你，你下去吧。没你什么事儿，回你家睡去吧。可王兄，小郡主既然进了这个门，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为兄也不必瞒你什么。放心解释，我现在对沈太傅十分宽容，除了我，温软还为谁放过满城烟花吗？没有，谁也越不过我。大美人呢？公子病弱，夜深不便出门，特意叫属下替他向小郡主赔罪。还好没来，在大美人面前丢人，我会克制不住想狂奔去东宫杀了太子的。主子说陈安郡中干不出好事，那是真干不出啊！只有傻子才会大半夜不睡觉，真来秦王府议事呢。我差点就疯了！女鬼，女鬼！我堂堂霸气睥睨穷凶极恶人面兽心的未来女帝，大周唯一的继承人像女鬼！该死的，到底是谁在做局害我？追风，本座的白鹤呢？还有蝴蝶萤火虫，为何只为灯罩不为本座？你活腻了呢？敢对本座阳奉阴违？错了。我不懂什么叫尴尬的，我只会叫别人尴尬。哼，你也是个不中用的东西。本座一番心思，竟全为灯罩做了嫁衣。哼，小小萤火之光，怎敢与本座日月争辉？他们围上灯罩后，属下用石子打乱了他们。去，将那胆敢冒犯本座的灯罩五马分尸。属下分明安排好了的，您身上有特制的药粉，必能吸引白鹤。他们没飞来，肯定是有人做手脚了。可王府众人在小郡主的英明领导下，人心已渐渐凝聚，没谁会背叛您。东宫太子，一定是那个银枪蜡像头见不得本座出风头，害了本座的白鹤，敢害本座出丑，敢叫我丢人，不剐了太子一层皮，以后太子跟老王姓。糊弄过去了，别的也就算了，可白鹤那种祥瑞一日出现2次，还都绕着他秦温软转，只有秦贤和王琦那种蠢东西才信什么破魅力。若只是王沈2人旁观，白鹤放也就放了，毕竟这2人嘴严，可叫王家满府连人家下人都不放过的，薅来看他装逼闹呢。不过蝴蝶和萤火虫不受控是我没想到的，难道缺德事干多了，真的会有报应？丢人，太丢人了，那张脸。这里的山路18弯，9连环啊！追风大人有何指示？小郡主有令，择选出武功最强的100人，半个时辰后听候吩咐。其余100人去庄子上吸纳武学奇才，1对1教授其武功，力求3月成才。
属下，你的名字已经在小郡主那儿挂上号了，此次行动由你全权负责。敢问成才的标准是？5弦以上为佳，3弦合格，1弦派去各大酒楼茶庄卧底，0.5弦及以下送去追月那边继续发掘闪光点。弦是琴弦。属下明白了。太子狼子野心，胆敢算计本座，以致叫本座夜不能寐，痛心疾首。尔等作为本座麾下猛将，能眼睁睁看太子那个王八羔子逍遥自在吗？不能。很好，稍后你们便听玄营统一号令，为本座报仇。是。青玉和追风都不在，难道是被昨夜温软的歌声荼毒一整晚，去补觉了？王爷，出大事了！你最好有急事。东宫被打劫了，今日太子前出宫，一应四库都被往外搬，在路上被一伙蒙面高手打劫，连条底裤都没给太子留下。太子与皇长孙同坐一车，又遇了刺，虽被身边暗卫拼死护住，但左肩被一剑穿透，身受重伤。皇长孙被气得吐血，直接昏厥。查出凶手是谁了吗？东宫侍卫都被软金伞迷倒，无人活捉刺客与劫匪，只有太子的人损失惨重。怎么做到的？小郡主叫莫大夫连夜制出了足以迷倒万人的软金伞。今日太子迁宫，叫禁卫军开道，小郡主指使先锋队迎风挥洒软金伞，迷倒了禁卫军和东宫侍卫，顺利抢走太子司库里所有宝贝。太子但凡不装逼，叫禁卫军开道，赶走了路旁百姓，软金伞撒的也不会这么顺利。太子身边的禁卫日夜佩戴防毒面纱，得以躲过软金伞，但小公主预测了他的预判，叫兄弟们剑上抹了毒。太子维护皇长孙，被属下一箭穿肩，差点就能一箭穿心了。那我的奖赏一定比现在还丰厚。太子可真难杀呀！此事皇上与东宫必然不会罢休。太子司库的东西那么多，迟早被查到。宝贝已经运出京城，远走高飞了。怎么做到的？藏在了运粪车里。东宫见不得这些，看见都恨不得绕道走。小郡主又预判了他们的预判。莫大夫厉害，昨夜魔音贯耳，如丝疯癫，他竟然能一边扛住，一边制出软金伞。做什么？我们的东西也要运出城。今日您不是要带小郡主出发去平阳府吗？追风大人，你没告诉王爷。我以为小郡主已经通知王爷了。对了，记得给王爷请假啊。王爷，求王爷送小人去按牢吧！108道酷刑，您尽管上狠狠折磨小人。小人要是皱一下眉头，就对不起您的恩德。让小人为当初屠杀一事付出代价吧！小人该死啊！像小人这种阴险歹毒的货色，就该受尽煎熬而死！求您折磨小人吧！小郡主出远门都不忘带上你，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快上马车继续制药。今儿制不出新型毒药，你甭想睡。尽忠职守的人，该奖励100两。等新毒药上市，再分给他5%的提成吧。新毒药上市，林大人那边的路子已经打通了，等新毒药制出来，专门卖给太子的政敌和后院。日子怎么可能跟谁过都一样呢？隔壁来人送别了，小秦，你跟本座一起接见吧。王爷近日不能上朝为小郡主拉拢人脉，正伤心呢。
小郡主别跟他一般见识。王，您放心，属下一定努力督促父亲，绝不叫他给您拖后腿。属下一定好好努力。这是臣女给小公主做的送别礼，您若喜欢，可以防身用。防身，莹莹很有巧思啊。以后你就是本座麾下唯一的暗器首领，没事多研究研究。本座回来检查，给你丰厚奖励。一旦征用，给你丰厚奖励。等本座完成霸业之日，一定给你万人之上的风光。这话咋这么耳熟？个女孩子家整天摆弄这些金属玩意儿，成何体统？小郡主放心，臣女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吧。小郡主，永安侯夫人求见，要让她进来吗？白皙清，等本座去会会他，把马车们都赶去门口吧。本座杀个人就上车出发。小郡主，咱自家府门口还能叫人欺负了小郡主不成？我不担心这个，是小郡主要去杀人。他还那么小，莫欺少年穷。再说小郡主只是杀个人罢了，又不是捅破天，宠宠他怎么了？昨日太子被数百刺客抢劫，又被重伤，咱们府里更好也出去100个，这是巧合吗？就是你想的那样。快叫小郡主快逃！老奴去，等查到王府，老奴去顶罪。你一定要誓死保护小郡主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小郡主为扫的可干净。查不到王府来。从前我在秦王府来去自如，都不惜的踏足半步，现在却被挡在门外，丢尽脸面。我本来也没想杀你，毕竟我霸业路上的绊脚石是太子，但莹莹刚送了暗器，我还缺个人试用，可巧你就送经验来了，不杀都对不起天时地利人和。反派死于话多，我要出其不意，先发制人，先杀了再放狠话。都给本座出来，杀了他！可恶，软金伞都喂给太子了，小莫那个没用的东西，一定要再狠狠压榨。大山里的日子好过吗？被穷山恶水的刁民折磨了15年，娃娃亲阴婚，不断生产流产，难怪你会疯成这样。15年？本座3岁就把自己卖出了大山，什么娃娃亲？哼，你是在梦里梦到的吗？看你这么清楚，那儿不会是你家吧？本座把自己卖出去后，就带着买家去了警局，将流水村一网打尽。不知道哪个是你家里人，但也没差，都吃了枪子儿，坟头草都比你高了。那可是我精心挑选的深山，全村都是人贩子，无恶不作，他怎么可能把自己卖出去？还是3岁就卖了？让他跑了，不怪这些人。府外暗卫少，都是追与那个蠢东西安排不当的缘故。见过郡主。给小莫1个时辰，给本座制出能迷倒整个永安侯府的软金伞，然后搬空永安侯府。对了，如果白皙西青和永安侯也在，顺便杀了吧。不杀别人？笨！我们的人如果是再像今日这样没能得手，那些活着的人就能代替本座狠狠折磨白皙头。可现在京城戒严，我们能出京都是皇上特旨的缘故，恐怕挪不走永安侯府的金银珠宝。
这数目太庞大，只要在京城，恐怕就会被查出来。皇上的诏令是针对永安侯府的。分而散之。小郡主的意思是，把永安侯府的金银珠宝送去百官府邸和百姓家里。对了，若有一绝美女子来找本座，记得告诉她，本座荣归故里了。小郡主，不知那女人贵姓？你别管她姓什么，你记住就对了。不告诉我姓什么，我怎么认人？小郡主临走都不放过我。方才白皙卿的话，你有什么感想吗？她有病。你很懂事，我再点也知道穿越的事不能告诉别人，否则那个老帮操的天衣无缝妖一局就真要起效了。有追雪表态，其余听到那番话的暗卫们就不会多八卦了。小郡主，您快看！怀人动作还蛮快的嘛。您知道这是在做什么？通道，这是我答应怀人蒙骗小沈的条件。两方王府都已是本座的宅子，该通条路了。那条长街，本座很是中意。我怎么瞧着那伙工匠是准备建个空中从廊，连接2个王府呢？这条长街是不少权贵府邸的必经之地，万一真被小郡主征用，被权贵排挤的就不止永安侯府了。小郡主的抱负远比我想象的要宏大。小姐，人做掉了。是。妹妹，我来陪你啦。该死的，你是专门来克本座的吗？我是来望你的。妹妹，你的马车好漂亮啊！哦，对了，你的赔礼，本座收到了。刚才我出宫后，这包袱兜头就朝我砸了下来，我正愁着怎么处理呢，这不就碰到你们了？我本来想送顺天府去，但他们太忙了，我找不到人。这是永安侯的东西。那要不要还给？这是本座的，本座失去的，终将会以另一种方式还回来。你出城时，永安侯府乱起来了没？乱了，好像是打劫太子那伙人重出江湖，又打劫了永安侯府。听说连一片手指都没给他们留下，永安侯弟弟至今还在茅房里没能出来呢。那永安侯夫妻呢？他们去了太子府，算是躲过一劫。他们家的小儿子因为在外面游玩，也逃过了一劫。听说那伙贼十分嚣张的在侯府大门口写下“白皙卿害人不分，活该天打雷劈”几个字，显然是报他的仇来了。不过他也太高看姓白的了，他怎么配天打雷劈？追雪，坐来本座身边。哼，这就是与本座作对的下场。等本座从故里荣归京城，势必取他项上人头，以雪今日之辱。不过您哪来的辱啊？清月，作为本座麾下心腹，你竟看不到本座的屈辱！被本座数十高手围攻，不束手就擒，引颈就掠也就罢了，还胆敢反抗逃脱。更可恶的是，还敢留下信物挑衅，本座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！哼，扣你1月月例，叫小莫给你治眼疾。这是对本座赤裸的挑衅，此生不叫他求生不得，本座誓不为人。谁的信？说了什么？京城的信，因玄影留的字被无数人目睹，外界都在传白皙妻为人不堪，惹上了仇家。
因此连累太子和永安侯府。短短时间内，白西卿的名声已臭不可闻。传信给玄影，在太子府大门口也留个到此一游。姓白的、姓萧的、姓蔡的，一个都别想跑。姓白的、姓萧的、姓蔡的。追雪，你的消息倒很灵通嘛。小郡主，追雪大人在王爷身边时是情报网首领。怎么回事？有劫匪拦路，放着本座来。妹妹，我小小劫匪，你退至本座身后即可。老和尚，你想打劫本座？贫僧听闻郡主又造杀孽，心中不忍，特在此等候，度化于您。放肆！小小和尚竟敢对本座出此狂言恶语！追雪，追雪，回来！追雪打不过无声，别做无谓牺牲。牺牲？老和尚舍得杀人？无声禅师功力莫测，当世至今难逢敌手，当得天下第一。追雪，回来！老和尚，留下你的武功，本座饶你一命。我想，我要，我配！有了天下第一的武功，何愁不能一统天下？嗨，怎么不早说你有这本事？咱都老熟人了，快给圣僧看茶。郡主想学贫僧这身武功，倘若郡主一心向善，贫僧愿倾囊相授。啊！本座答应你，本座先学个法华经作为条件，你先教本座一种对敌的功法，要最厉害的。快给圣僧准备一辆马车，都好生照顾着，千万别委屈了圣僧。是，小姐。等晚上到了驿站，我们就开始学，你先去歇会儿吧，啊。为首那男人有些眼熟啊。白西卿庄子上的管事。追雪，去救人！本座不允许有人作奸犯科，为非作歹。永安侯府家事，你们竟胆敢插手，活腻了吗？本座看你才是活腻了罢了。等把老和尚的家底儿都撬到手，我要当着他的面作奸犯科，为非作歹，以雪今日之辱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本座心地善良，不计较尔等犯上之举。本座是陈安郡主，该死的。多谢诸位相救。你是谁？永安侯府为何要追杀你？我叫白兆云，是永安侯夫人的庶妹。庶妹？白家不是只有嫡出吗？不是，白首义迁居来京前，曾有一庶女，但8岁就夭折了。是我。看你这般模样，难不成一直被关在庄子上？你得罪白西卿了？8岁时，姐姐发了一场高热，错过了随父亲进京的机会，因此对我能跟着上京十分不满。等我回家后，就被他关了起来，直到现在。恩人，您救了我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吗？先把胆练大点吧，否则何谈报仇？报仇？你这条命是本座救下的，本座要你做什么，你就得做什么，否则杀了你。是，这才对。快下去叫小莫给你看看伤，等本座忙完了，再与你好生谈谈报仇的事。他被折磨了这么多年，瞧着已经存了死志，本座必须要激起他的求生命，才能救下他啊。在此之前，我们要先行拜师礼。贫僧从未收过徒，但倘若郡主愿意拜贫僧为师，贫僧可以收你做俗家弟子。本座拜你为师，本座富有四海，乃天命丽女，叫你一声师傅，授给你折完，还能立刻送你上西天。还没度化本座，你也不想现在就去见佛祖吧？禅师，是您拜小郡主为师。贫僧拜郡主为师，太委屈你了。本座麾下弟子无数，换做从前，你想来都排不上号，也就是看你武功不错，这才勉强收了你罢了。你不愿意，你还想不想叫本座一心如善了？这自然是想，可是没有可是。你若不拜本座为师，本座心中的贪婪杀欲就会越来越重，恨不得见人就杀。不行，快抓个人来，本座快控制不住自己了。不行，本座不能再杀人了，本座要控制自己。小郡主，为了从良从善，您受了天大的委屈啊！师父，乖徒啊！下盘要稳，腿脚不能发抖。与此同时，感受丹田之气，用贫僧方才教的口诀呼吸吐纳。小样，本座还征服不了你。
多谢圣僧。阿弥陀佛。追雪，你怎么回事？我们一心扬善的人哪能造这种杀孽？罚你多吃1碗饭忏悔。徒儿别气，你碾断已经罚过他了。本座跟着学习一二，赶巧有尸体给他们超个度，也不负他们来刺杀本座一场的勇气了。唉，如是我闻。一时佛住王舍城齐结玉山。所闻，佛住王舍城齐结巨山中，与大比丘众12000人聚。小东西，被本座的疯子迷倒了吗？小郡主，您过耳不忘。这很难背吗？本座的智慧，岂是尔等凡人能企及呢？在现代时，有些东西我要背好几遍才能记住。不过传来古代，好像记性是好了点儿。要是现在给我火药配方，我一定看一眼就能记住。若我能记住火药配方，还用得着屈居青龙之下，韬光养晦，忍辱负重，憋屈的什么都做不了。可恶，竟敢算计我！孩子死了，你来奶了！鼻涕掉嘴里，你知道甩了！敢做局害本座，本座必要你血债血偿！平心静气，莫要入了魔障。小郡主快平！年纪轻轻，别走了王爷发疯的老路啊！太子坐不住了，但为何这些人都是冲小郡主来的？王爷那里没有半点动静，小郡主这儿却来了很多高手。装什么装？你念经也只能叫自己心安罢了。你每年都去拜祭元后，也是为叫自己心安吗？你拜温冉为师，便是本王的徒孙，有你这么跟师祖说话的，欺师灭祖，用你们和尚的话来说，该当如何？你看不出来他是在敷衍你吗？看得到，可那又如何？人说多了谎言，便连自己都会信；做多了善事，便会习惯性从善。正如今日永安侯府的侍卫，他不正放过了他们？君子论迹不论心，只要做了，那就是善。正常人都能做到的事，放在那玩意儿身上，你管这叫积德？郡主本性不坏，只是缺乏有人引导罢了。起码比之秦王您，他当得单纯无辜。导演昏花，本王等着看你的下场。王爷连亲生女儿都能抹黑，难道还妄想贫僧在您高尚？王爷比之以前，德行更低劣3分。这句已经告诉过本座了，为什么又重复？你的心都用哪儿去了？专心点，往哪儿看呢？青玉脸上写字了，快点的，今儿本座入不了门，你甭想睡觉。好的，小郡主。他过目不忘，怎会到现在都只学了3个字？王太傅蠢笨，小郡主单是教导他，就已竭尽全力。哪还有时间去认字？庶子狂妄如斯，一个银枪蜡像头都瘫在床上了，还胆敢刺杀妹妹。本殿下看他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想早点投胎了。妹妹你别怕，我这就传信给母后，叫她去练功吧。练好功夫，本座便允许你当本座的贴身侍卫。蠢的记不住功课，却能牢记老鸨的一句骂词，连温软那玩意儿的脑血栓都学了个10成10，真是好样的。可太子为何要刺杀郡主？太子怎么会？所以昨日我逃出来时，也正是姐姐身败名裂之时。本座的实力与势力有多雄厚，你根本想象不到。所以现在能告诉本座你所隐瞒的事了吗？郡主如何得知？本座的情报网有多性细，你根本想象不到。女主怎么可能恶毒到把人关在桩子上？善良才是她的品质，所以有问题的一定是白兆云。你别怕，谎话连篇、歹毒生谈是我们反派的标配。你这种人才，正是本座亟待渴求的啊！小秦，你退下，还指挥不动你了。追风，给本座把他赶出去。王爷，小郡主为了套出白兆云的秘密，不得不先委屈您。您要不先上马车，等此事了，属下亲自向您禀报此事。等郡主吃好了，我们上马车聊吧。传信给玄影，叫他带着兄弟们去打劫茅厕，把那又黄又臭的玩意儿泼满太子府，再等他们逃出来时放毒箭和火箭，给本座把太子府通通斗杀喽！这种脏活终于要不止我一个人干了。天知道上回太子吃了那啥后，我在兄弟们面前1个月没能抬起头。对了，谁能娶太子项上狗头，奖黄金1000两，本座亲自为他高歌一曲庆功。黄金1000两，大伙前仆后继，高歌一曲，兄弟们惊恐四散。这令要真传过去，太子能活得比王八长命。玄影这会儿应该刚出京，属下这就去给他传信。所以陈安郡主之前都是这么迎太子和永安侯府的。虽然兵不厌诈，谁的手都脏过，但这也太脏了。白皙青是个妖精，他夺舍了我姐姐的身子，还用妖法控制住我，夺了我的气运。妖精，很好，他成功引起了本座的注意。哼，小妖精，你8岁就被他关起来了，怎么知道这些的？我试探过，他并不知从前的事，而且性格大变，但他对外只说是烧糊涂了。而气运，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会信，我从8岁起就被他关在府中荒院鞭打折磨，每当我痛苦1分，他的运气便会变好1分。什么？我9岁时被他用热水烫伤手臂，同时他得了知府夫人青眼，我着单衣被埋在雪中半日，他救了总督大人落水的女儿，我被推入井里，
险些匿密。同时父亲升官，举家迁往京城。我12岁时被他的狗撕咬半日，浑身上下不剩一片好肉。同时他得了秦王青眼，一跃成为京城最风光的贵女。4年前，他派了不少男人来，想要侮辱我，我一语撞柱，差一点就能自尽身亡。同时他表哥被立为储君，永安侯袭爵，10里红妆迎他过门。秦王也高调宣称他为此生挚爱，她被捧为满京最风光的女子，连太子妃都避其锋芒。我本不知这些，可他太在乎我的命了。他既要折磨我，又很怕我死，天长日久的，我便也套出了真相来。所以你们的气运是此消彼长。昨日他身败名裂，你才得到了逃出来的机会。4年前他去平阳府时，忽然气运衰败的厉害，被无声禅师察觉到异常，来到庄子上查探。可惜我被封进棺材，埋去花园里，瞒过了无声禅师。所以你身上那些旧伤都是被折磨出来的。陈年旧伤了，幼时我不懂这些，受了一番折磨，但这几年已经很少挨打。只要我心里觉得痛苦，白希清的气运就会越好，也就不会想办法折磨我。所以我只需要控制自己内心的情绪，就能操控白希清的妖法。难怪你装的那么像，连王爷他们都瞒过去了。小郡主怎么不说话？本座在思考系统。白希清是穿越女，还有系统，这是我在心中验算无数种可能后得出的最精确的结论。如此，白希清知道我出生大山，也就解释得通了。他一定认识现代的我，一定是现代主角团哪个阴沟里的善良老鼠，在穿越后暗暗窥伺着王。可惜被我识破了。主角团总是如此天真可爱。郡主有办法对付那个系统？若能借无声禅师法器一用，胜算更大。就是这个，禅师送给您了。什么送不送？这是本座的法器。有了这法器，就能灭掉白希清的系统了。白希清的系统是本座的系统，这一次我一定要夺回属于自己的系统。你先回自己的马车，京玉也出去，叫无声来本座的马车请安。系统折磨我14年了，小郡主才3岁，他说这是他的，时间不对啊。的确是小郡主的，但你误会了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阿弥陀佛。徒儿，该练功了。昨儿本座背完了大慈大悲掌第1层口诀，该练第2层了。郡主。师父。练功以稳扎稳打为佳，须得基础扎实，否则贪多嚼不烂，练出的功法便如空中楼阁一般，一触即碎。本座贪得多，便嚼得烂，别拿尔等这种凡人之资与本座天命之女的资质相提并论。可在我师门，欺师灭祖者，该去活屠万人，以造杀孽。师父，马车颠簸，您在车厢里扎马步，很容易伤到自己。笑话！若连小小马车都征服不了，本座何谈成为天下第一？人生已经过去3年了，1分1秒都不能浪费。只要学不死，就往死里学。有这种毅力，本座干什么都会成功的。妹妹，你撞到我肚子了，你的头怎么这么硬啊？别，那是人腿，不是狗腿，别啃啊！我的手，救命啊！快停车，我要下车！追雪，你给本下停车！圣僧，救命啊！慢一点儿。来，张嘴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！追月，你凝神静听，无声念了什么口诀？给我复述一遍。无声禅师念的口诀是：这辈子的机灵劲儿都用在这里了。再蠢的智障也如温软一样，知道什么是好东西，又该怎么抓紧据为己有。徒儿，为师想吃那边的果子了，你去摘下来。这种果子性涩而苦，即便摘来，师父恐怕也吃不了。苦果亦是果，管它甜不甜，只要本座想吃，就是长在天上你也得摘来给本座尝个鲜，否则本座便屠平了那天。
虽然不觉得他有本事屠天，但总把这种话挂在嘴边，还总想付诸行动，就算佛祖来了也渡不了他。开始你的季度汇报，这将与你的年终奖金密切相关。回小郡主，3日前属下带人连夜打劫数家茅厕，泼满太子府后，太子走狗连夜奔跑出府，有50位弟兄暗中放毒箭，射杀太子暗卫27人，30位弟兄放火箭，烧毁半数太子府。属下带领其余20位兄弟，在林大人的里应外合下，成功搜得太子麾下第一心腹孟国公的结党证据。属下已将证据交给王太傅，他翌日便联合御史中丞参了孟国公一本。孟国公被当庭下狱，等候刑部调查。太子损伤惨重，半死不活，又因太子府被烧，只能拖家带口暂住太子妃娘家。京城里的好宅子是有定数的，先前给太子一处已经是恩赏了。庆隆帝眼见他住哪儿哪倒霉，自然不肯再给他好宅子。这回赐给的宅子远在城东，远离皇宫与权贵中心，太子自然不肯，只能暂住太子妃娘家，吃点软饭，等候东宫与太子府修缮完毕。小郡主算无一策，竟接连重创太子数次，属下拜服。再多夸点儿。比起小郡主和他手下的这群土匪，我还是有些道德底线的。那永安侯府呢？收拾太子时顺带收拾了他们一顿，但他们也损失惨重。侯府的财宝被查出藏在京城各处，甚至勋贵府邸。老夫人上门去要，有人不想还，被破口大骂。现在永安侯府和白溪清一样，几乎人人喊打了。放心，等本座回京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，亲手把白溪清交给你，让你报仇。白溪清的确该死，但白溪清师傅按其效果，在我这里就已经判了死刑。他不该与一个3岁的老自种温软脑泽了。不好了，小郡主，山腰上有一伙山贼，非说那野果是他们的，指责无声禅师偷盗，将人给扣下了。他们的，真是好狗胆！随本座上山。是。王爷，我们也去瞧瞧吧。大当家的，这和尚身上没几个钱，连值钱点的佛珠衣裳都没有。嗨，咱亏大了。要不传信给他挂单的寺庙，叫他们来赎人吧。笨，连个佛珠都没有，能是个正经和尚？找寺庙，找来被黑吃黑了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杀了吧。是，大当家英明。阿弥陀佛。敢打劫本座的徒儿，本座看你们是活腻了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，那就祈祷你们下辈子投个好胎，别再遇上本座吧。我怎么说呢？会被黑吃黑吗？徒儿，阿弥陀佛。他们打家劫舍，自该律法惩戒，还是报官吧。奴婢还以为圣僧会放过他们。做过错事，自该受到惩罚。这些山贼手上沾过的人命不止一条，放任下去只会有更多人受害，只能关起来，或是被惩戒。正如他选择以身入局，度化温软，好为天下人争取生机一样。当初看到这对父女俩的第一眼，他就想将他们带回护国寺，关起来。这几个山贼战斗力如何？0.5弦。徒儿所言甚是，玄影去报官。是，郡主。本座的内功小有所成，正缺个练手的，你们一起上。赢了本座就放你们走。一会儿赢得艰难点，否则太不给他脸，咱们就走不了了。同类对同类的嗅觉是最灵敏的，他一眼就看出温软不是个好东西。若被他们碾压性胜利，他一定会恼羞成怒，杀了他们灭口。万一温软真是个武学奇才呢？他如此自信，想来是有什么底牌。可恶，竟敢攻击本座！小郡主，快低头。秦九州、追羽、无声，还有白兆云，本座记住了。小郡主疼不疼？有没有摔伤？要不要叫小莫来看看？在数百暗下面前，他的小弟面前，他的徒儿面前，他的对手面前，摔了个狗啃蹄，阴险狠辣的形象毁于一旦，一世恶名俱毁。狗天道，我要回现代，回现代！师傅竟已经练透了大慈必悲掌第1层，这当真是根骨奇佳。依照这般进度，再有半月即可掌握第2层。
届时便能辅以般若禅心诀，修习更高功法。厉害吗？厉害，一共10层，便是贫僧如今也只修习到第7层而已。我的资质已到极限，不可能再突破了。但温软或许能给我惊喜。今夜，贫僧开始教您枪法。极好。虚假的毁天灭地，秦九州。妹妹好厉害！真实的毁天灭地，无声。如本座这般的武学天才，是尔等拍马都不及的存在。今日叫尔等瞻仰本座风姿，已是莫大的如荣。武学天才，先擦干净你狗啃泥的脸吧。不怪妹妹，这伙山贼武功高强，便是巅峰期的我都要避其锋芒，你打不过也是常理。村头的狗路过，你都要避其锋芒。你说的，赢过你就放我们走？你们赢了吗？你说话不算话！吹雪，给本座灭了他们！自己人也就算了，我以前的威严霸气形象还够刷，但这几个该死的山贼，绝不能留他们活着离开，通通的灭口！小郡主，先叫他们带路，去搜老巢和同伙吧。老巢，财宝。六殿下不去吗？妹妹叫我站在此地不要走动，一会儿给我好果子吃。唉，我其实不想再走路了，但秦贤这儿显然也不是个干净地方，还是跟上小郡主吧。莽夫就是不懂审美。好在财宝还算可观，今日兄弟们收获颇丰。他爷爷的！老子就说那是个养不熟的狼崽子，看本当家的落难都不来营救。他连亲爹都能砍，还指望他救咱啊？闭嘴！小郡主，可要全力追击此人。不必了。给本座拔光他们头发和身上的汗毛，后院还有没养熟的狗，脱光他们的衣裳，将狗通通放出来。这世间除了我的歌声外，再不会有比这更动听的声音了。长阳县苦山贼久矣，微臣多谢王爷与郡主为民除害。快抓我们走！我们有罪，我们错了，我要进大牢！快叫我进大牢！这是本座的，你说是吧？是的。王爷与郡主不如一同去县衙坐坐，常山倒有不少好玩的。不必了。本座途经长山，只是路见不平，这才耽误了些时间，这便要继续赶路了。等回城时若得空，会来找你叙叙旧的。虽然只是个7品芝麻官，也要适当拉拢。若一旦在京城造反不成，就得走地方包围城市路线了。小郡主，他去干嘛？若非为了你这不懂事的徒儿，本座何至于如此迁就？小郡主赚大了，后院狗窝里竟有只小白虎，养大就能给小郡主当坐骑了。100个顶尖杀手无一生还。那夜驿站清理得够干净，属下们也是打探了一番才确认此事。陈安郡主身边有高手帮忙，除了秦九州和他那几条狗，还能有谁？便是秦九州，也不可能将本宫数百杀手尽数斩灭。听说陈安郡主身边有个和尚跟随，好像是无生禅师。不可能，秦温软那种丧尽天良的东西，无生怎么可能与他为伍？废物，全都是一群废物！竟能叫秦温软火烧我东宫2次，损伤无数，叫我东宫从此与屎和粪挂钩，清白不在，野史留名，全都是一群废物。表哥息怒，那野种再恶毒也只有3岁，我们何必消耗高手杀他？等他进了平阳府，便是我们的地盘，毒死他并不难。夫人说的对，如今秦王的名声渐渐好转，不如先杀秦王，只要没了他，陈安郡主便……属下该死！本宫如何谋划，不必你来指手画脚。去，将我们在沿途各地的人手都派出去，全力截杀秦温软。
被秦九州救了，怎么办？他们会不会发现当年的事？不知道。你只说有没有办法活捉白兆云？我只能阻止秦九州与他接触。好。需要156积分。这是我才从凌霄那里弄来的积分，只剩这点了。积分不够，系统无法为宿主服务。秦温软，一切都是这个野种干的好事。有朝一日，我定要将这个野种扒皮抽筋，千刀万剐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妹妹为何要如此对我？怎么这么苦？一边吃去吧。你不晕吗？放肆！竟敢冒犯本座，罚你绕长山连跑3圈，喊够千遍吴王威武霸气，属下五体投地拜服于王。竟还敢与有罪之人勾结同坐，罚你们一起跑，手拉手跑。我是白西青的系统，别怕，是自己捅。白西青需要白兆云与秦九州暂时不接触，你安排一下。作为交换，我给你白西青在平阳府的棋子名单。我再告诉你一条太子的消息，别太贪了，这2条消息对你很重要，你不会吃亏。不就是太子要杀本座那点事儿吗？白西青，他也要杀本座吧？看你专门提起平阳府，刺客一定就在那边。小小系统，竟也敢在本座面前装神弄鬼，你知道你面对的是怎样一个危险而强大的存在吗？白西青的手段防不胜防，你若没有名单，就算不死也一定会吃大亏。只是叫秦九州和白兆云暂时不接触而已，限时2个月，对你来说是无本买卖。平阳府的名单太少了，本座吃亏。你吃哪门子的亏？这你别管，现在是你来求本座，求人就该有个求人的态度。永安侯府还有秘密宝库，是历代祖先积累所得，总价值可比1半国库。我把地址告诉你。你很懂事。太子还有金库吗？有，在冯贵妃娘家郊外庄子的地库里。没关系，我真的不知道别的了。你有绝世功法吗？你没有，你的系统商店应该有吧？你不是我的宿主，没有积分，也无法购买。你不是有积分吗？你也不想被白西青知道你私下贩卖他的消息吧？本座可不要那些谁都能拥有的功法，要独一无二，要进步神速，要天下第一，还要与无声的功法没有冲突。这是最后一个条件，你不能再加了。已购买万里云罗枪，扣除2000积分。万里云罗枪，枪法步步玄妙，辅以内力效果翻倍，是为将帅之枪，只要练成，天下绝无敌手。先签契约。你这种诡计多端的东西，谁知道你的契约有没有陷阱？你叫本座怎么信你？这是系统出品，绝无造假。本座不信你的铜品。这样，本座对天道发个誓，行了吧？本座发誓，若收了你的东西不办事，秦氏全族天打雷劈，无后而终。我的天下第一！对了，给本座带个话，叫莹莹为本座量身定做一把长枪，做完了你送过来。暗卫实在太慢了。真乖，小乖乖，有空常来玩啊。师傅，方才可有东西来过了？白西青的系统说了你也不明白，反正就那东西。那东西有些怪异，便是贫僧也无法捕捉到具体位置，方才竟又被他跑了。本座若在山下马车里遇到他，一定能活捉。不过也没事，今儿有了交情，以后就常来常往了。飞到本座手里是迟早的事儿。谁允许你们休息的？跑完了吗？你们敢偷懒，再加3圈。追雪，你盯着他们。首领，无声禅师超了你半步，快超了他！禅师啊，你声音喊得不大，不能体现对吴王的忠诚啊！就这2个地址，你亲自带兄弟们走一趟，一定要给本座狠狠撬干净，一文钱都不许留下。属下禀报王爷一声就出发。还禀报什么？分不清谁是王了是吧？走吧你。小郡主，这内力还真给他练成了，才3天而已，要再给他30天、300天，不敢想，跟对人了。撬来都给小郡主。
九州那个不听话的东西呢？王爷在车上补觉。你去把他身上的手指都偷光。奴婢吗？王爷内功高深的追风大人都打不过，叫我一个小丫鬟去干这种作死的活，我宁愿去撬太子考库。王爷，小郡主吩咐奴婢来拿些吃的玩的，再偷些钱。连他垫脚的软枕也偷。小郡主，咱赚大了！您看看，玉扳指、玉茶杯、金腰带，还有这个，虽然是王爷垫脚的软枕，但上面镶嵌的都是珍珠宝石啊！等奴婢回头洗干净，给您抠下来。青玉颇有本座当年的风范了，还是您教的好，怪不得他能干废太子和永安侯府，一般人下限哪会这么低呀？饭到了，还不快端过来！本座都饿得能搞死太子了。小郡主慢点吃。乱鸟都不用意。没舔着，都是小郡主的饭，您快吃，一会儿该凉了。好啦，没事了。小郡主比较护食。还真是只护自己的食啊。小郡主耽误了这会子功夫，只怕今儿到不了驿站，得在长山县歇息一晚了。叫县令不用来拜见，本座明日一早又要出发了。是。差点因为没有手指而射死茅房，得亏追羽时刻盯着，才没叫我尴尬。王爷快喝吧，这药管用的很。幸亏追风走前提醒属下多注意着您些，否则属下未必能察觉王爷没手指，差点哭等茅房的事。姓莫的给的药是，他说这个效果立竿见影。莫大夫那种怂怂的东西敢这么打包票，结果还用猜吗？感情王爷压根儿不是吃坏肚子，而是被下了泻药。对习武之人来说，这点药劲儿并不算什么，跟挠痒痒似的。但缺德的是，小郡主她偷走了王爷所有的手指啊！请问软？妹妹着凉了，要不要区区野风，怎配伤着本座？怕是太子那个老王八又骂本座了。快点的，第3层口诀。师傅不如先找根轻些的木棍。本座提得起，便舞得动。叫小莫做些补身体的药膳，以后给小郡主3日一味。师傅内力怎又提升了些？本座在练枪的同时，体内也在回忆着口诀，运转内力。何止啊，小郡主连吃饭睡觉时都在运转内力呢。啊！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，用得着宣传吗？小郡主是100年难遇的奇才。师傅当得贫僧的师傅，令贫僧受益良多。从今夜开始，我也要在梦里都练功。不可，练功夯实基础为上，不是谁都能如师傅这般天赋异禀的。小琪，昨夜睡得好吗？看你眼下青黑，不会是因为昨日忤逆本座，消愧的睡不着了吧？你要端本座的肉去哪儿？小郡主，您的饭在那边桌上，这是给咪咪的。咪咪啊，本座去喂。小郡主是跟咪咪玩的忘了吃饭了吧？不可能，他就不是这人。请问软？哦，小郡主好厉害啊！未惩戒咪咪昨日犯上的恶行，直接挤压她的生存空间，叫她不得出龙猎谋生路。看咪咪都哭成什么样了！小郡主威武！
小郡主，钥匙呢？都下去。等等啊，妹！该死的咪咪，好心进门给他喂饭，竟敢再三忤逆犯上。早知道会被关在笼中，颜面扫地，我一定不进笼咬他。竟敢直视于王！这2天都注意点儿，别惹小郡主，也注意点自己。小郡主手下这群无耻的悍匪，个个活该。但我跟王爷是真的无辜。万一师父气急攻心，走火入魔，该怎么办？可恶，竟敢在凉亭里犯上作乱，给本座再关他10天禁闭。休整几日，等太子送来刺客。小郡主正常到有点不正常了，快让小郡主发点产油吧！这种等死都等不利索的日子，我真是过够了。小郡主，这红缨枪有机关。你认识这么多字？我5岁启蒙，庄子上见字就记。这枪尖可以射出去，不知王莹是用什么材质做的，与手镯的暗器一模一样，可以封侯毙命。莹莹最得本座之心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那炸裂的场面，狗来了都得看2眼再走。忍不住八卦，是我的错吗？光天化日之下穿一身夜行衣，他们有病吗？终于到了，依旧是100个顶尖杀手。徒儿，去吧。今日不杀人，他们本座另有用处。去小莫那儿拿些软筋散，要有解药的，迷倒90个就行。小郡主难道是用他们要挟太子赎人？不赎的话就告去御前。的确是个好主意，但这群东西我另有用处。等本座练完手，叫太子来赎尸体吧。死尸一般查不出什么，太子不赎尸体，手下人心必散。师父，别废话。这2日的小郡主异常安分，连语气都不邪魅霸道了。快点，本座要拿他们练手。红缨枪上的机关我还没使熟，不好再跟自己人过招，才能成长更快。有办法叫他们给本座对战经验而不伤到本座吗？有。小郡主的暗器不熟练，要是戳到谁，那真是死了都没脸去掐死他报仇。忘记颜面扫地的那一幕，就意味着不能惩罚所有胆敢直视冒犯我的死东西。温软竟然在对战中突破了，实战果然重要。把他们带下去吧。小郡主好厉害，奴婢快要被您无双的风姿折防了，没有您奴婢可怎么活？保守了，没有小郡主，太阳都不能升起了，大周就难以维系了，连天下人都没有活着的动力了，简直是肉眼可见的人间地狱啊！你们太夸张了，等都吊赎之日，就是这群死东西偿还本座屈辱之时。